我本是麒麟一族的绝代天骄，偏逢龙汉出劫三族乱战之际，目睹同族麒麟遭龙凤两族屠戮殆尽，却未曾挺身为同族抵御外敌，反倒转身迈向洪荒边陲之地。只因穿越而来的我仅是只幼小的火麒麟，以当下修为奔赴战场，无异于自投死路。所幸火麒麟天生掌控半生火焰，只需充足的时间潜心成长，日后必能在洪荒之中傲视一方。在流浪数年后，我的体型也变成了成年麒麟，同时也孤身抵达了10万大山深渊之畔。此地实为藏身绝佳之所，且深渊之下，我感应到一缕地火正和修行所需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机械音在耳畔响起：恭喜宿主，神级选择系统已成功绑定。神级选择系统现发布任务：同族原始麒麟正与祖龙元凤死战，身受重创，是否前往驰援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习得麒麟一族至高功法麒麟九转诀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取先天神魔传承神魔炼体术。见金手指骤然降临，我未做片刻思索，便则拒绝。只因我深知麒麟九转诀远不及神魔炼体术，何况麒麟一族靠山已濒临陨落，此刻前往不过是陪葬之举。选择落定之后，神魔炼体术心法即刻涌入脑海，呼吸之间功法已然自主运转，我心中振奋不已，随即踏入眼前这方巨大深渊。深渊之下更有一片区域遍布岩浆，正当我靠近岩浆地带之时，一股危险气息自岩浆底涌现。踏入深渊之地，检测此地已被其他生灵占据，是否将其镇杀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镇杀熔岩巨人一族，抢占深渊之地。成功后，可将深渊化为专属道场，既能遮蔽圣人神识探查，亦能抵御准圣全力攻击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后天灵宝天魔甲。见状，我当即应声接取。同时，深渊岩浆之中骤然浮现10余尊熔岩巨人，此类生灵在洪荒极为罕见，天生孕育于地火岩浆之内，本体乃是岩浆中的顽石，历经常年日月精华滋养，方才诞生灵智。虽具一定攻击力，但其修为境界并不算高，最强者不过天仙8重，其余多为天仙境前期，更有甚者仅地仙境界。我虽刚突破天仙5重，但身为火麒麟的种族优势，即便修为稍逊一筹，也足以碾压对手。何况我已掌控太阳真火，此火能熔炼世间万物。纵使熔岩巨人常年居于岩浆，耐受地火威能，在太阳真火面前，地火不过尔。我行事素来果决，一出手便是最强杀招，对着熔岩巨人们喷吐太阳真火。真火焚烧之下，熔岩巨人们尚未反应，便已化为飞灰。收拾完一众熔岩巨人，我正式占据此地。系统奖励随即发放，一股神秘力量笼罩深渊，却未引发半点异变。此后10日，洪荒依旧动荡不安，麒麟龙凤三族大战不知何时方休，无数生灵被卷入战火，大地染血，惨状空前。直至某一日，原始麒麟陨落，祖龙兽首元凤喋血，三族失去最强战力，洪荒世界才渐渐趋于平静。但熟知洪荒走向的我深知，此刻绝非出世良机，后续还有诸多惊天大事即将发生。原始麒麟已然陨落，麒麟一族陷入绝境，是否愿意收拢残部，带领麒麟一族重振雄风，称霸洪荒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获得后天灵宝5擎七火扇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5方旗之一离地焰光旗。望着新出现的任务，我淡然摇头，看来这系统与自己想法不谋而合。选择拒绝任务后，离地焰光旗即刻入手，此乃先天灵宝，威能无穷，不仅能诛邪退煞，万法不侵，更可混乱阴阳，颠倒五行。若能集齐先天5方旗，再辅以相应修为，即便踏出深渊道场，我也具备自保之力。随即我将离地焰光旗布置于深渊道场之中，多一件灵宝便多一层保障。这些10日我的修为精进神速，虽此地灵气稀薄，但有地火弥补，加之太阳真火不断炼化，神魔功法自主运转，修为已达天仙境9重，距离真仙境界仅一步之遥。可真仙境界在洪荒之中依旧是微不足道的存在。如今的洪荒世界惊仙遍地皆是。与此同时，西方天魔山上，眼见龙汉出劫即将落幕，布局多年的魔祖罗侯脸上浮现阴鸷笑容。当初正是他暗中挑拨三族大战，致使洪荒气血翻腾，生灵涂炭。他欲以杀正道，借这场大劫突破境界，三族首领陨落，亦有他暗中出手之功。罗侯意图收集亿万精血，与洪荒杀愿执念正道。如今万事俱备，为防不测，他更布下诛仙4剑，手持是神枪坐镇。就在此时，天魔山下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现身。魔族，你杀戮无数，逆天而行，今日当值。来者正是红军道祖。纵使罗侯算计深远，面对以参悟造化玉蝶或天道认可的准圣红军，也唯有惨败一途。红军与魔祖罗侯大战正酣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出手相助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相助红军，可获其好感。选择2，接取任务相助罗侯，可获得先天灵宝12品灭世黑莲。选择3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天地灵根火灵果树20，蟠桃树15，人参果树5。闭关之中的我见此任务一时一惊，红军与魔祖之战我早已知晓，此乃龙汉出劫末期的关键一役。虽任务奖励颇为诱人，但我转念一想，以当下修为前去不过是自寻死路，当即选择第3项，奖励即刻兑现。深渊之中瞬间出现20棵火灵果树，15棵蟠桃树，5棵人参果树，且每棵树上皆硕果累累。方才还略带犹豫的我，此刻开怀大笑不止，这些正是我急需之物。当即我将所有果实尽数收集，继续闭关修行。得益于这些天地灵根，原灵气稀薄的深渊之地，灵气骤然变得浓郁起来。我预感假以时日，此地必将成为不逊于洞天
天福地的修行圣地，且有这些天地灵根在手，修炼资源耗尽之后亦可再生。洪荒岁月悄然流逝，炼化诸多修炼资源后，我的修为已达真仙境界5重。就在新任务发布之际，我猛然睁开双眼，魔祖罗侯即将大败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，出手相助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相助罗侯，可获其好感，成为魔道最后一位弟子，继承魔祖部分传承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原始麒麟神通万兽震天吼。望着此次的选择奖励，我直接择取第2项，当即领悟原始麒麟的万兽震天吼神通。在我的记忆中，麒麟一族强者若能修成此神通，一吼可震杀9天凤凰，亦可灭杀4海龙族，实为强悍无匹的震族神通。未曾想如今自己竟也习得。随着我领悟神通，远在西方天魔山的魔祖罗侯手下8大战将尽数战死，自身亦是身受重伤无力回天。陨落之前，他选择自保遁走，以他的境界，即便红军也难以阻拦。一时间，西方无数仙山灵脉被毁，万千修行生灵殒命，红军也因此欠下此地因果。他与罗侯一人主造化，一人主杀法，一正一邪，生死相搏，唯有一方彻底了结，另一方方能正道成功。随着罗侯身死，龙汉初劫正式落下帷幕。曾经称霸洪荒的麒麟凤凰龙族，自此走向衰落。而在这场大劫中遭殃的无数生灵，对三族怨恨极深，这也是后世三族族人日渐稀少的缘由。犯了众怒，又失强者庇护，三族处境岌岌可危。此时10万大山深渊之外，闭关多年的我血脉之力忽然异动，这是麒麟一族特有的感应之法，预示着附近有其他火麒麟现身，且正发出求救信号。同族火麒麟遭人追杀，是否选择出手相救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5方旗之一雾脊杏黄旗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后天灵宝丧魂爪。突如其来的求救信号与新任务让我欣喜不已。选择接取任务后，我又得一件5方旗，当即也将雾脊杏黄旗布置于深渊道场之中。此刻我浮在地火岩浆中的一块巨石之上，神识扩散而出，发现在深渊3000里外，3只浑身浴血的火麒麟正狼狈奔逃，身后有大批狼妖紧追不舍。如今麒麟一族没落，不少族人遭各方势力追杀，或被炼化精血提升修为，或被炼制成法宝。这些狼妖在麒麟一族强盛之时，连附属族群的资格都没有，如今却敢追杀火麒麟，世道当真变了。我心中感叹，同时以血脉秘法传音至3只火麒麟脑海，尔等向西而行，径直闯入深渊之地，无可保你们性命。虽接取任务，但我并未打算走出深渊，只需3只火麒麟主动逃至深渊附近，我自有把握庇护他们周全。感受到血脉传音的3只火麒麟神色骤变，未曾想逃至10万大山这般偏僻之地，竟还能遇上同族。3人对视一眼，当即加速奔逃，朝着我所在的深渊而来。身后的狼妖不少已达真仙境界，此次他们盯上这3只仅天仙境界的火麒麟，若能将其斩杀夺取精血，必定能讨好族中首领。一番奔逃之后，3只火麒麟终于踏入深渊之地，此地乃是我的道场，且已布置2件先天5方旗，若无我的允许，实力低微之辈靠近瞬间便会被震杀。好在有我的掌控，3只火麒麟安然进入深渊，而身后不少狼妖踏入深渊的刹那便已殒命，这让3只火麒麟无比震惊。剩余未及踏入深渊的狼妖正心有余悸之际，我朝外轻喝一声，施展出万兽震天吼。这一声怒吼之下，外界剩余狼妖尽数化为齑粉，消散于天地之间。3只火麒麟当即跪拜于深渊之中，虽未曾得见我的真容，却已被我的手段震慑，恭敬参拜。火麒麟一族小辈拜见老祖，多谢老祖救命之恩。方才那声怒吼，正是我族强者方能掌握的神通，传闻乃是原始麒麟传下的震族之法，如今我族怕是早已无人能会。我算不上什么老祖，不过是当年厌倦杀戮自族中出走，寻得这处清净之地闭关修行罢了。如今麒麟一族境况如何？我故作老成问道。老祖，我火麒麟一脉十不存一，其他麒麟分支亦是伤亡惨重。这些年来，洪荒妖族对我族虎视眈眈，求老祖出手拯救麒麟一族。我已知晓，但大事不可逆，你们先在此地休养一段时日，暂且勿要外出。外界凶险万分，你们留在此地，也可为我火麒麟一脉多留存几分纯种血脉。对于麒麟一族的境遇，我早已心知肚明。盛极必衰乃是天道轮回，后世之中，纯种麒麟几乎绝迹。封神17文太师的坐骑墨麒麟，西游17牛魔王的坐骑闭眼金睛兽，皆为混血麒麟，属水麒麟分支。唯有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吼，血脉稍显纯种，却也只能沦为坐骑，身份卑微。凤凰一族近乎灭绝，龙族境况稍好，但大劫过后强者陨落殆尽，后世只能镇守四海，掌管人间行云布雨，稍有差池便会被召上天庭，在寡龙台受罚。3族下场皆是凄惨无比。知晓这般大势走向，我自然不会贸然掺和，能多留存一些纯种麒麟血脉，已然算是功德一件。好了，我要继续闭关，平日若无要事，切勿前来打扰。这深渊之地，除了这片地火岩浆区域，其余地方你们可随意走动。此地我栽种了不少天地灵根，待其成熟，你们亦可摘取些许用于修行。我叮嘱一番后，便再度闭关前修。外界岁月流转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忽然整个洪荒剧烈震动，天降祥瑞，地涌灵泉，一股强大威压席卷洪荒大地，无数生灵被惊动。只见紫气腾空，道音弥漫，洪荒各地灵气剧烈涌动。原本许多披毛戴角、尸身卵化、灵禽羽翔、毫无灵智的生灵，此刻皆灵智大开，懂得了简单的吐纳修行之法。吾乃红军，今日正道成圣，因参悟造化玉蝶，故代天传道。3000年后，有缘者可前往33天外紫霄宫听吾讲道。这句话在洪荒之中回荡了整整10年。深渊中闭关的我，缓缓抬头望向天空，红军成圣了，且因他成圣，无数生灵开启灵智，海量功德涌现，不断涌向东方之地。这是天道赐予对洪荒有大功者的奖赏。这般天地异象着实令人震撼。红军成圣，是否选择走
走出深渊前往祝贺。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获得1节梧桐仙木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300万功德。望着天降功德不断涌向红军道场，我心中虽有几分羡慕，但新任务出现后，我当即选择了300万功德。有了这些功德，便可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修为，且不会损伤根基。就在我获得300万功德的瞬间，原本涌向红军的海量功德骤然减少近半，这让红军道祖微微蹙眉，掐指推算却一无所获。即便已成圣人，也对此刻陷入困惑。而获得300万功德的我当即开始炼化，修为直接突破至玄仙4重，再炼化50万功德，修为达至玄仙9重，又炼化100万功德，修为迈入太乙玄仙3重，剩余100万功德。我亦毫不犹豫继续炼化。300万功德耗尽之时，我的修为已达太乙玄仙6重，距离金仙境界仅一步之遥。炼化完300万功德，时间一晃便是3000年。红军于33天外子萧公讲道：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前往听道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获得后天灵宝金蛟剪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神鹿精血1滴。望着这2个选项，虽不知先天神鹿精血有何妙用，但相较于价值不高的后天灵宝，我未做思索便选择了后者，当即开始炼化先天神鹿精血。这1滴精血蕴含的力量远超我的想象。炼化过程中，我的修为节节攀升，迅速踏入金仙境界。不仅如此，我明显察觉到自身血脉根角也发生了蜕变。洪荒世界亿万生灵皆有根角，最强者当属3000神魔，身为先天神奇根角无双，乃是混沌之中孕育而生。魔祖罗侯与道祖红军皆在此列，其次便是先天生灵，乃是盘古开天辟地后洪荒之中演化出的第一批生灵。顶尖先天生灵依托盘古身躯精气所化，如三清乃是盘古3缕魂魄所化，12祖无由盘古精血孕育而成，原始麒麟原初凤凰龙族老祖皆属第一批先天生灵，诞生于盘古所化的洪荒之中，得享莫大机缘。原始麒麟孕育于中央大地地心，或无量造化，龙族老祖诞生于盘古脊骨所化的深海，初代凤凰亦是如此，机缘深厚。而后便是后天生灵，麒麟凤凰龙族虽为后天生灵，却有先天生灵老祖庇佑，开天之后便在洪荒之中繁衍生息，天生气运无双，故而洪荒初期3族方能称霸一方，甚至引发龙汉出劫，其余便是普通生灵。而炼化先天神鹿精血后，我的根角已然晋升为先天生灵层次，根角提升之后，我欣喜若狂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先天生灵皆可轻易触及准圣境界，战力无双。洪荒修行之道，若想快速成长达至巅峰，必须具备深厚根角，方能水到渠成，否则即便苦修一生，也可能在某个境界停滞不前。随着修为提升，我的气息愈发浑厚，深渊中修行的3只火麒麟皆被这股气息惊动，一个个面露敬畏。在族中之时，即便面对族中强者，也未曾感受过这般威压，这是源自血脉深处的压制，让他们难以抗拒。我渐渐收敛外泄的气息，感受着血脉的蜕变，心中欣喜不已。方才突破太过投入，未曾察觉已惊动深渊中的3个小家伙，我并未过多理会，继续闭关修行。这一闭又是3000年，此时我的修为已达金仙境9重，距离红军第1次讲道结束不久，第2次讲道便如期而至，系统任务也随之出现。红军于33天外子萧公第2次讲道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前往听道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成为红军道祖记名弟子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盘古精血1滴。望着系统奖励，我震惊之余不禁脱口：卧槽，未曾想竟是盘古精血！此物炼化之后，无论修为还是根角，都能得到巨大提升。拿到盘古精血后，我当即开始炼化，彻底炼化完毕，我的根角已然晋升为顶尖先天生灵，修为正式突破至大罗金仙第3重。获得前2次讲道的丰厚奖励后，我对第3次红军讲道充满期待，盼望着能获得更多增强血脉的宝物。即便对我而言，普通天材地宝炼化效果已然不大，亦可分给3只火麒麟使用。然而第3次红军讲道开启，系统奖励并非血脉相关之物，而是先天5方旗之一的玄元控水器。将此旗布置于深渊道场后，原本干燥酷热的深渊瞬间涌现出丝丝灵泉，更适合天地灵根生长。这些年来，深渊之地在数十株天地灵根的滋养下，已然焕然一新，灵根果树四周生长出不少奇花异草。3只火麒麟也在深渊岩壁上开凿了洞，潜心修行，长期服用蟠桃人参果等天地奇珍，他们的修为突飞猛进，早已达至玄仙境界。我还将深渊地底的地火本源炼化出3团，分别赠予他们吞噬炼化，以增强实力。这地火本源对我而言已无太大用处，但对这3个小家伙来说却是难得的机缘。他们体内的半生火焰，在修为未达一定境界前，威能远不及地火。炼化地火本源，可快速提升实力，增强战力。不周山上宝光冲天，似有灵宝出世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前去寻宝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99散破葫芦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神通混沌神火掌。这突如其来的寻宝任务引起了我的关注。此刻正是红军最后一次讲道结束之际，不周山出世的宝物，想必便是那威名赫赫的7色葫芦藤。一根藤上结出7件先天灵宝，每一件都有无上妙用。此葫芦藤亦是洪荒著名的天地灵根。此次应是葫芦成熟之时，有缘者可得知，那99散破葫芦正是7色葫芦藤所结葫芦之一。此葫芦后来为洪荒第1老好人红云所。红云获得葫芦后便悄然离去，却遭鲲鹏算计，最终惨死。红云太过轻信他人，死得未免太早，以他先天生灵的根角，
乃是洪荒第一朵红云所化，修为强横，若能存活下去，必定能逍遥自在。何况他的挚友镇元子，后世被誉为地仙之祖，此刻修为尚不及红云。想到此处，我心念一动，不久之后妖族便会崛起。东皇太一与妖皇帝俊将号召洪荒妖族共建妖族天庭，而后与新兴的巫族争霸，引发巫妖大劫。这场大劫波及范围极广，所有妖族皆会被卷入，即便是龙汉初劫中幸存的麒麟凤凰龙族，也会被鼓动出世，最终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，彻底失去翻盘希望。这般结局我不愿看见。龙汉初劫乃是麒麟一族的宿命结束，无力更改，但巫妖大劫尚有规避之机。如今存活的麒麟一族不知还有多少，若能收拢一些族人前来深渊之地避世修行，亦可让更多麒麟得以幸存。麒麟一族根脚不凡，若能留存足够族人，日后我行事也能多些助力。想到这里，我当即召来深渊中的3只火麒麟，无预感新的劫数即将降临。同为麒麟一族，不忍同族再遭无妄之灾卷入纷争，现将一门神通传授于你们，名为混沌神火掌。你们之中谁能率先掌握，吾便派谁前往中央大地，探寻麒麟一族幸存族人，将其带回深渊之地。此事不可勉强，愿意前来者，日后有无庇护；不愿前来者，日后生死祸福皆与吾无关。你们之中谁能完成此任，吾便收其为徒，也算一场造化。听闻我的话，3只火麒麟欣喜若狂。老祖，我等谨遵法旨。数百年后，一只天资聪颖的火麒麟率先习得混沌神火掌，主动前来拜见。此次小家伙终于得见我的本尊真容。我因修炼先天神魔功法，又炼化了盘古精血，身上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气息，本体庞大无比，麒麟鳞甲绽放耀眼金光，威慑力十足。如今我的修为只需突破至准圣境界，便能与当年的原始麒麟比肩，甚至底蕴更为深厚。你即刻前往中央大地，昼伏夜出，切记低调行事。如今外界妖族即将诞生妖皇，暂时不会有太多无端杀戮，只要不遇上巫族之人，便无太大危险。此次若能活着归来，便是吾的首徒。我在这只火麒麟临行前特意叮嘱，此行虽有凶险，但此刻正是为麒麟一族争夺一线生机的关键时刻。巫妖大劫开启后，麒麟一族必将在洪荒大地绝迹，再无翻身可能。若这只火麒麟遭遇不测，或无法带回同族，便是天道难为，事不可为。我身为麒麟一族已然尽力，日后也无需担忧因果缠身。火麒麟离去后，我便闭上双眼，继续潜心修行。如今的洪荒大地，巫族早已崛起，12祖巫创建了12个巫族部落，繁衍壮大之际，开始与妖族争夺地盘。巫族之人天生肉身强横，可操纵风水雷电，力大无穷，能移山填海，寻常妖族根本不是对手，一时间巫族势不可挡。12祖巫创建巫族部落，争夺洪荒气运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前去阻止？选择1，接取任务，可获得鸿蒙紫气一缕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10大本源之火中的太阴真火。闭关未久的我，感应到系统新任务，当即查看，瞧见鸿蒙紫气的瞬间，我心中无比心动。要知洪荒世界鸿蒙紫气极为稀少，红军道祖仅赐下7缕，后世获得鸿蒙紫气的6人，皆成功正道成圣，此乃铸就大道根基之物，是成圣的最大机缘。但要获得鸿蒙紫气，需走出深渊，阻止12祖巫。这12祖巫乃是盘古精血所化，每人皆有准圣修为，联手可布下12都天神煞大阵，此乃洪荒第一凶阵，威力无穷，无人能挡。即便是面对圣人红军，12祖巫也丝毫不惧，因其乃盘古正宗，红军道祖不便直接干预，只能暗中示意帝俊与东皇太一联手建立上古天庭，一统洪荒，教化万物，让洪荒更具法度，并降下法旨，妖管天，巫管地，双方这才稍稍平息纷争。可12祖巫连红军道祖的面子都不给，后续与妖族争斗，致使洪荒大地满目疮痍，无数地界湮灭，千万条大地灵脉被毁。即便诱惑巨大，我也只能强行克制。这场大劫远比龙汉初劫更为惨烈，席卷整个洪荒。我当即选择拒绝任务，获得太阴真火。多年前我已得到太阳真火，如今太阴真火入手，阴阳平衡，炼化这本源之火后，我的修为即刻提升，突破至大罗金仙第5重，自身战力也飙升一大截，体内火焰之力不再只是浑厚刚猛，更增添了几分灵动。外界之中，因12祖巫强势崛起，洪荒妖族空前团结，多年争斗死伤无数。东皇太一与帝俊终于出世，2人联手收服天下妖族，创立上古天庭，拜同在紫霄宫听到的大妖鲲鹏为妖师。东皇太一与帝俊本属妖族，乃是兄弟2人，在洪荒太阳星上修炼无数岁月，早已达至准圣修为。太一手持先天至宝东皇钟，帝俊掌控先天至宝河图洛书，2人出面统领妖族，几乎无人反对。帝俊自称妖帝，太一为妖皇，共同执掌上古天庭，与巫族分庭抗礼。天庭建立后，2人本可成为天地正统，开创无上霸业，获得海量天地功德。跪拜在地上的袁弘，目光死死凝视着深渊之中，这地方的规则威压让他心惊胆战，灵气却浓郁的离谱，比10万大山最好的灵地还要醇厚数倍。通臂猿猴，吾与你有缘。我的声音悠悠从深渊传出，你无依无靠，洪荒之中尚无落脚之地吧？我这深渊道场缺个镇守山门的生灵，可愿留下？袁弘瞬间震惊，他的根脚极其隐秘，行走洪荒多年，从未有生灵能一眼看穿，可让他当个守门的，袁弘又有些犹豫。就在这时，我略施手段，让深渊里的蟠桃树、人参果树若隐若现，袁弘顿时抓耳挠腮，馋得口水直流，有望正道圣人。但这一切皆在红军道祖的暗中操控之下。天庭创建后，
二人并未获得天地功德，反倒是红军道祖获益良多。东皇太一与妖皇帝均开创上古天庭，争夺洪荒气运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前去效忠？选择一，接取任务，可成为上古天庭10大妖帅之一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5方旗之一青莲宝色旗。太一与帝俊建立天庭后，新的系统任务随即出现，我当即选择拒绝，领取青莲宝色旗。如今深渊道场已布置4件先天5方旗，只差最后1件便可集齐一套。届时除非圣人亲临，否则任何闯入道场者皆可镇杀。先天5方旗每一件都是顶尖先天灵宝，集齐一套便等同于1件先天至宝。青莲宝色旗布置完毕，深渊之中的奇花异草生长得愈发繁茂，此旗蕴含木系法则，可孕育草木精华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闭目凝神，察觉到深渊附近出现几道身影，神识扫去，只见一头白猿正与几位巫族大战。白猿手持一根铁棍，凶猛异常。那铁棍并非凡物，乃是一件后天至宝，每一次挥舞都石裂山崩。白猿自身修为也不弱，已达玄仙境界。见此情景，系统任务悄然出现，发现身负大气运的通臂猿猴遭巫族追杀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出手相助？选择一，接取任务，走出深渊救助通臂猿猴，可获得后天至宝龙凤旗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天地灵根仙灵蟠桃树25、五针松石、神火果树5、先天芭蕉树3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这才认出这白猿正是通臂猿猴猿红，他乃是4大神猴之一，与灵明石猴孙悟空、六耳猕猴、赤尻马猴齐名，每一位都身怀大神通。猿红乃是4大神猴中出世最早之人，洪荒时期便已现身，封神时期更是横扫4方神仙，可惜站错了队，最终被陆压的斩仙飞刀斩杀，上榜封神，仅被封为4废星。望着外界战况，我先是拒绝任务，领取了天地灵根。此前深渊之中已有不少灵根，如今再添25棵仙灵蟠桃树、10棵五针松、5棵神火果树、3棵先天芭蕉树，前后所得天地灵根已近100株。此次新增的灵根更为珍贵，仙灵蟠桃树远比普通蟠桃树稀有，即便是后世天庭王母娘娘掌管的蟠桃园中，也仅有寥寥数棵。五针松的松针，先天芭蕉树的芭蕉叶，皆可炼制后天至宝。神火果树则能助力修为提升，皆是外界难得一见的宝物。领取灵根后，这些灵根便自行出现在深渊之中，扎根于最适宜生长的地方。处理完灵根之事，我的目光重新投向外界，不动声色间施展出神通，直接将猿红射入深渊之中。而追杀他的几位巫族脚下，骤然涌现熊熊神火，瞬间便化为灰烬。我藏身于深渊道场，可隐匿因果，即便后续有巫族大巫追查，也无法追溯到我的身上。猿红被射入深渊后，满心震惊，此等通天手段竟能将自己瞬间移至此地。他深知是遇到了高人相助，此前被巫族追杀，九死一生闯入10万大山，若非这位前辈出手，自己恐怕早已性命不保。小妖猿红拜见前辈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猿红收起铁棍，跪拜于地，瞬间明白此地主人底蕴深不可测，不就是守山门吗？抱紧这位前辈大腿，总比在外漂泊强。猿红立刻高声应道：“前辈，我愿意留下。”话音落下，深渊的规则威压瞬间消散，他终于能在里面自由行走。2只火麒麟叼着天地奇珍走出深渊，这是我吩咐的。我正在闭关，懒得露面，正好让这2个小家伙跟猿红熟络，顺便亮明麒麟老祖的身份。龙汉初劫虽过万年，麒麟的名头依旧能震慑众生，依附上古大族不丢人。一晃数十年过去，脑海里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：叮！火麒麟从中央大地带回部分族人，归途遭巫族祝融部落追击，是否出手救助？选择一，出手救人，奖励先天灵宝5方旗之一素色云界旗。选择二，拒绝救人，奖励后天灵宝通天神火柱。我猛地睁眼，神识瞬间席卷10万大山，直探山外洪荒。派出去的火麒麟果然没让我失望，可麻烦也不小。祝融部落的巫族竟真敢对麒麟一族下手，我的神识穿透万里，锁定了目标73只麒麟，除了那只火麒麟，只带回72只。想当年麒麟一族鼎盛时期，族人千万，如今竟凋零至此，可悲可叹。我毫不犹豫选择接受任务，最后一件5方旗入手，整套先天5方旗齐齐布在深渊道场，就算12祖巫亲至，也别想踏进一步。更何况他们现在的注意力全在妖族天庭，根本没空搭理我。心念一动，万里之外凭空凝聚出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，金光一闪，追击麒麟的巫族瞬间被禁锢。这群家伙里竟还有不少金仙境界的大巫，可惜在我面前不过一招之敌。带头的火麒麟激动的浑身颤抖，立刻带着同族冲进10万大山。我随手运转神通，抹去他们的踪迹，将所有人都挪移到深渊之中。72只麒麟里，火麒麟一脉占了40多只，还有5只水麒麟、7只金麒麟、6只木麒麟、3只土麒麟、5行纯种麒麟，齐了，外加几只风麒麟、雷麒麟，数量虽少，种类却齐全。只要在此繁衍生息，要不了多久，麒麟一族便能重新壮大。老祖，我不辱使命，带回了愿意避世的族人。火麒麟伏在地上，声音哽咽。我缓缓起身，从深渊深处走出，庞大的身躯碾压全场。这群麒麟里修为最高的也才太清玄仙，难怪会被巫族盯上。目光扫过众麒麟，最后落在那只火麒麟身上。我曾说过，你若能带回族人，便收你为首徒。我声如洪钟，响彻深渊。麒麟一族听着，今日立誓，这小家伙便是我首徒。你们各自开辟洞府，
只要不踏出深渊，吾保尔等一世平安。小家伙，跟我进来！我带着火麒麟转身离去，留下的麒麟族人彻底沸腾，尤其是几只从龙汉初劫活下来的老麒麟，看着我的背影，激动的浑身发抖。我身上的血脉威压比当年的原始麒麟还要强横。这次不对了，深渊之外，10万大山外围，祝融部落的几尊大巫赶到了巫族被制之地，看着满地狼藉，为首的大巫脸色巨变，好强的火系神通，快请祖巫大人前来！一根发丝被点燃，炽热的火焰席卷天地。12祖巫之一的祝融凭空现身，他凝视着战场残留的力量，眼神凝重。这火焰的威力竟不在他之下。祝融闭眼推演，却发现此地天机一片混乱，时光长河根本无法回溯。麒麟一族气数未尽，暂且收手回去。祝融冷哼一声，转身踏入10万大山。他倒要看看是谁敢动他祝融的人。我在深渊中瞬间感应到祝融的气息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就凭他，我距离准圣仅一步之遥，还有5方旗守护道场，就算他找到这里，又能奈我何？更何况巫妖大劫将至，祝融很快就会和共工相争陨落，犯不着和他拼命，苟住才是王道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！祝融进入10万大山调查是否走出深渊与之交战。选择1，出战，奖励后天至宝封魔剑；选择2，拒绝，奖励神通混沌焚天指。我直接选2。混沌焚天指的修炼法门瞬间涌入脑海，无数法则碎片在尸海中翻腾。不过片刻，我便将这门神通彻底掌握。10万大山中，祝融搜寻数日，毫无收获，只能不甘离去。此后数万年，深渊之中一片祥和，麒麟族人开枝散叶，数量突破上千。我也顺利突破大罗金仙巅峰，距离准圣只有一步之遥。而洪荒大地早已天翻地覆，妖长天，巫管地，巫妖2族摩擦不断，战火一触即发。妖族帝俊大婚之日，12祖巫齐齐杀上天庭。祝融一挥手，神火滔天，蓝天门瞬间被火光笼罩。妖族众人，今日帝俊大婚，吾等特来拜访。东皇太一怒不可遏，提着混沌钟杀向南天门，钟声震彻寰宇，狠狠撞向祝融。父神至宝，岂容尔等觊觎？帝将暴喝一声，12祖巫齐齐布阵，都天神煞大阵起，无数煞气汇聚，一尊顶天立地的盘古虚影浮现洪荒，众大神骇然失色，这就是巫族的底牌。盘古虚影的威压席卷天庭，东皇太一被震飞出去，身后宫殿纷纷晃动，不周天星斗大震，帝俊目眦欲裂，妖族群星闪耀，亿万星辰之力倾泻而下，两大洪荒顶级大阵轰然碰撞，砰！恐怖的冲击波席卷洪荒，我在深渊中都感受到了强烈的波动，被迫从闭关状态惊醒。系统提示音急促响起，叮！巫妖第一次决战爆发，是否走出深渊阻止大战？选择1，阻止大战，奖励极品先天灵宝12品净世白莲；选择2，静观其变，奖励混沌九转玄功。我想都没想选2，两大凶阵交锋，靠近就是危机重重。混沌九转玄功的法门涌入识海，我立刻沉下心神修炼，以我半步准圣的修为，也才堪堪练到第5转。阵外，红军老祖悄然出手，造化玉蝶护住洪荒，无人知晓。12祖巫催动大阵，盘古虚影手持巨斧劈向星斗大阵，东皇太一拼死抵挡，混沌中光芒大盛，堪堪挡住这一击。最终，祖巫法力消耗巨大，妖族也元气大伤，两败俱伤，洪荒震动，地脉晃动。一只白虎慌不择路逃到10万大山，正是西方圣兽白虎之子，他的洞府被大阵余波波及损毁，只能躲在深渊外瑟瑟发抖。叮！白虎之子无家可归，是否为其讨回公道？选择1，出手讨公道，奖励先天灵宝金灵珠；选择2，袖手旁观，奖励极品先天灵根五行松。我果断选2，一颗五彩斑斓的五行松落在深渊，灵气瞬间暴涨。我瞥了眼外面的白虎，大罗金仙初期的修为不错，正好缺个得力手下。大手一抓，强大的威压笼罩白虎，他刚想反抗，就被我平稳挪移到深渊之中。麒麟，白虎摔在地上，满眼惊骇，可愿归附？我淡淡开口，白虎还在发懵，我直接凝聚巨掌，威压笼罩下来。前辈，我愿意归附，求您高抬贵手。白虎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忙跪地求饶，孺子可教，以后你就是深渊的护卫圣兽。我满意点头，将他安排在素色云界旗下，5方圣兽配5方旗，这5行大阵未必比诛仙剑阵差。白虎看着素色云界旗，眼睛都直了，这可是修炼金之大道的至宝，可一想到自己成了守门的，又满心憋屈，只能暗下决心，先安心留下，等机会再另做打算。安顿好白虎，我继续冲击准圣境界。天庭那边战火却再次点燃，时间祖巫主九阴恢复3成战力，气势汹汹杀向帝俊。妖族之人，今日定要讨个说法。女娲娘娘本想出手，却被红军传音拦下。巫妖亮劫不可阻，你的机缘将至，莫要沾染劫气。昆仑山三清终于出手，太极图、盘古幡、诛仙剑阵齐出，接引准提也带着法宝现身。妖族不可覆灭，祖巫请回。帝将脸色铁青，却也知道大势已去，想让我们退兵，可以。妖族赔偿100万斤星辰之精，上千颗先天灵根，10年内送到。帝俊咬牙答应，巫族这才退兵。巫妖2族的矛盾却越积越深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！众神阻拦巫族退兵，是否前往天庭战队？选择1，出手助众神，奖励仙法上清洞玄真经；选择2，闭关不出，奖励极品先天至宝是神枪。惨！我毫不犹豫选2，出去干嘛？沾染亮劫因果。龙汉初劫后，3族就我一个大罗金仙巅峰，出去就是众矢之的。一道流光落在手中，竟是半截式神枪，枪头不知所踪，只剩枪杆，妥妥的是神棍。我无奈摇头，这可是混沌青莲连金所化的至宝，居然残成这样。深渊外，白虎见巫妖大战结束，偷偷摸摸溜到洞口，终于
于能出去了。他刚要踏出深渊，就被一道力量轻轻拦下，晕了过去。呵，还想跑？我拎着是神棍冷笑，刚才那一下只用了和白虎相当的法力，却直接让他失去意识。这是神棍的威力，果然恐怖。我随手把白虎送回素色云界旗下。白虎醒来后，摸着脑袋一脸懵，我到底跑没跑出去？头怎么这么晕？看着他惊疑不定的样子，我嘴角上扬。好，在我这深渊道场，他这辈子都别想轻易离开。白虎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胡思乱想，心里却又开始盘算下一次离开的计划。我看着他的小动作，冷笑一声，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。正好有他在，深渊的日子也不会太无聊。定，作为西方圣兽白虎之子，誓死逃离深渊，是否愿意放白虎之子离开深渊？选择一，接受任务，任由白虎离开深渊，可获得西方庚金1块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为了宿主的尊严，必不能让白虎逃离，可获得5行大道道音1次。我选择二。话音刚落，5行大道的奥义便在我脑海中飞速推演。金的锋锐，木的生机，火的炙热，水的柔和，土的厚重，5行法则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眼前。我体内的法力不由自主地运转，1个周天，2个周天，循环不休。头顶的5方旗自动悬浮，身旁的5行松枝繁叶茂，如聚伞般将我笼罩其中。5行大道的气息。紫霄宫内，红军老祖猛然睁眼，眼中满是惊疑。5行之道是洪荒根基，却易懂难精，尤其是同时参悟5行，更是难如登天。自从龙汉初结5行道人陨落，洪荒便再无5行大道强者，可这股气息之强，竟不输准圣后期。难道是5行道人未陨？红军心中杀意顿起，这等强者突然出现，定会打乱他的布局。可当他想要推演我的位置时，却发现天机一片混乱，根本无从查探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记下这股气息，静待日后时机。洪荒之中，老子等强者也在疯狂推演，结果却和红军一样，一无所获。这股神秘的5行气息，成了所有人心头的疑团，而我对此一无所知，沉浸在5行大道的感悟中。破！一声低喝，我猛地睁眼，五彩光芒冲天而起，恐怖的威压席卷整个深渊。老祖突破了！深渊里的小麒麟们被威压压得趴在地上，脸上却满是狂喜。深渊中的生灵都欢呼雀跃，唯有白虎满心悲愤。之前我就能轻松拿捏他，如今突破准圣，他岂不是连逃跑的机会都没了？不，我是西方圣兽白虎，绝不能屈服。他表面低眉顺眼，心里却满是反叛之意。准圣，哈哈哈！终于突破准圣了！我放声大笑，心中激动不已。原本以为突破准圣还要输个会员，没想到机缘来得如此之快。在5行大道道音的加持下，我直接跨越瓶颈，踏入准圣境界。如今的洪荒，金仙遍地走，大罗金仙才算高端战力，唯有准圣才有资格在洪荒拥有话语权。恭喜老祖老爷突破！深渊生灵齐声恭贺，我思绪万千，心中满是感慨。自来到洪荒成为麒麟，我便一直没有安全感。麒麟一族身为先天3族，乃是亮劫中心，危险至极。若非有深渊道场庇护，我根本无处可躲。龙汉初劫结束后，紫霄宫开讲，我也未曾外出。一来是实力不足，怕被围攻；二来是身份敏感。大罗金仙级别的麒麟太过引人注目，毕竟上一结束3族强者几乎绝迹，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天地异术，所以我一直苟在深渊，从龙汉初劫苟到巫妖亮劫。如今突破准圣，身具5行大道，再加上5方旗守护，就算3清联手也难破我的防御。只要红军不出手，洪荒无人能杀我。恭喜老祖！如今老祖突破，我麒麟一族必定能再现洪荒，称霸3界。一只小麒麟高声拍马屁：是啊，老祖乃是洪荒最强者，定能带领我们征服天下。其他小麒麟纷纷附和。这些小家伙都是在深渊出生的，听着老一辈讲述麒麟一族的辉煌，根本不知道巫妖2族的苦。从外界来的老麒麟们则一脸尴尬，一言不发。小麒麟们却毫无察觉，齐声高呼：再现洪荒，再现洪荒！定！作为圣兽麒麟一族，岂能久居深渊？金麒麟后辈欲重返洪荒，宿主是否愿意带领族人出世？选择一，接受任务，带领麒麟争霸洪荒，可获得麒麟一族镇运灵宝麒麟印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巫妖势大，暂避锋芒，可获得上品灵根悟道茶。我没想到这群小家伙还能触发系统任务，毫不犹豫选择了二。现在根本不是出事的时候，悟道茶扎根深渊，灵气愈发浓郁。素色云界旗下的白虎瞥见这一幕，小声嘟囔：就这点实力还想称霸洪荒，简直是做梦！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一只大手凭空出现，一把抓住白虎的脖子将他提起。我冷冷开口，虽然小麒麟的马屁拍得没水平，但也是对我的尊敬。这白虎竟敢不敬，必须敲打敲打。毕竟我打算集齐5方圣兽，配合5方旗布下5行大阵。白虎若是心怀异心，定会成为阵法破绽。老爷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白虎苦着脸求饶，饶你一次。我随手将他扔在地上，对着众麒麟沉声道：我族在上一劫数损失惨重，如今不过是稍复元气，绝非出世之时，尔等需潜心修炼，壮大族群，待时机成熟，再重现麒麟荣光，明白了吗？现在出去就是给巫妖当靶子，谨遵老祖教诲。小麒麟们齐声应道。看着这群小家伙恭敬的模样，我满意点头。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值得肯定，若是像西游记的龙族那般软弱，我这麒麟老祖的脸往哪搁？金吾突破准圣，便为尔等讲道一次。我坐下身来，一朵祥云将我托起，缓缓开口：五行者，金木水火土也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此乃5行相克之道。大道真言回荡深渊，麒麟和白虎头顶5色光芒闪烁。吼！一声声咆哮响起，其中还夹杂着白虎的嘶吼。大罗金仙第5重，终于突破了！白虎激动的大喊：他本是西方圣兽之子，资质堪比先天生灵，奈何西方祖脉被毁，他只能东躲西藏，修为停滞不前。如今听我讲道，竟直接突破。可他的欢呼打断了讲道，影响了其他族人。我毫不留情，一掌拍出，白虎直接被拍在深渊墙壁上，砸出一个大坑。不可聒噪！白虎爬起来，非但没有怨念，反而满脸喜色。老爷恕罪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突破之后，他彻底打消了逃跑的念头。在深渊不仅能听到，还有素色云借其辅助修炼，去哪找这么好的地方？就算被赶走，他也舍不得离开。下次你还想有下次？看来是我太过仁慈了。我冷着脸，一挥手封住白虎的法力，扔给袁弘，棍则100。深渊中，白虎的惨叫声和麒麟们的兴奋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非凡。而此时的天庭却是一片死寂。凌霄宝殿内，妖族大罗金仙以上强者齐聚，个个面色凝重。帝俊脸色苍白，有气无力地问道：“诸位可有办法应对巫族的都天神煞大阵？上次巫妖大战，妖族惨败，若不是老子等强者出手，妖族早已覆灭。都天神煞大阵成了帝俊的心魔，不解决它，帝俊寝食难安。西皇可有良策？”帝俊看向伏羲，伏羲沉吟道：“都天神煞大阵威力无穷，我族周天星斗大阵虽稍逊一筹，但只要勤加操练，辅以星辰幡，定能与之抗衡。”他没说后半句，巫族的大阵尚未炼制圆满，若是大成，周天星斗大阵绝无胜算。如今妖族士气低落，这话只会雪上加霜。不错，若有365柄星辰幡，定能破巫族大阵。可恨巫族蛮子，逼得我族交出100万斤星辰之精，如今根本无力炼制星辰幡。帝俊恨得咬牙切齿：“大哥，我等立刻下令，让全族采集星辰之精。”东皇太一心急道：“不急。”帝俊拦下太一，看向鲲鹏：“妖师发明妖文，乃我妖族之师，不知妖师有何高见？”他语气带着一丝不善。鲲鹏在北冥笼络势力，隐隐有伟大不掉之势，不得不防。鲲鹏眼中闪过一丝阴翳，脸上却满是恭敬：“陛下高看我了，臣有一小建议。”妖师请讲。诸位可知巫族共工与祝融关系如何？偶有摩擦。有妖族答道。鲲鹏笑道：“这便是我们的机会。若能让水火二祖无大战，两败俱伤，巫族的都天神煞大阵岂不是不攻自破？”这帝俊迟疑了。洪荒风气上正，这般阴损的计策让他有些难以接受。底下的妖族也议论纷纷：“陛下，我族星辰之精告急，根本没时间炼制星辰幡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”鲲鹏高声道。帝俊心中一凛，咬牙道：“好，此事就交给妖师，务必成功。”他心中对鲲鹏的忌惮更甚，干脆将这脏活甩给了他。鲲鹏脸色难看，却只能领命。他本想让帝俊出面败坏其名声，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帝洪荒先民光明磊落，今妖族妖师欲以阴谋迫害巫族祖屋，宿主是否阻止此阴谋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揭穿阴谋，可获得9转玄功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顺应天命，可获得混沌魔元精血1滴。我直接选2。9转玄功对我毫无用处，我的混沌9转玄功乃是高配版，这滴精血对袁弘却是天大的机缘。袁弘何在？拜见老爷，不知有何吩咐？袁弘恭敬现身，以镇守深渊门户有功，此物赐你。我取出混沌魔元精血，袁弘瞬间被吸引，死死盯着那滴宝石般的精血。听到我要赐给他，他立刻跪倒在地，多谢老爷赏赐。袁弘立誓，生生世世效忠老爷，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。下去吧，炼化时务必守住心神。我挥手让他退下。袁弘本是顶尖后天生灵，炼化精血后，根基定会暴涨，甚至能成为先天生灵，日后有望突破准圣。第一次巫妖大战让洪荒生灵涂炭，无数山脉崩塌，江河干涸，整个洪荒一片死寂。若非众强者出手阻拦，洪荒恐怕早已覆灭。大战过后，巫族退兵，妖族必朝天庭，众强者返回道场，唯有女娲一人游走在洪荒大地。师尊传音说我的机缘将至，可洪荒这般残破，机缘又在何处？女娲轻声感叹，她在洪荒行走了千年万年，看着大地慢慢复苏，虫鱼鸟兽重现，草木逐渐繁茂。这一刻，女娲豁然开朗，她单手一翻，取出9天息壤，又引来3光神水，将二者揉捏在一起，塑造成一个个奇特的模样。女娲造人，洪荒即将诞生新的生灵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阻拦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阻拦女娲造人，可获得后天至宝赶山鞭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静观人族出世，可获得斩三尸之法。我被系统提示惊醒，心中震撼，人族要出世。作为后世之人，我对人族有着强烈的归属感，而斩三尸之法更是红军亲传的成圣法门。不过我对斩三尸之法却有疑虑，洪荒成圣之法不止一种，盘古的以力正道，女娲的功德成圣皆是大道，红军传下的斩三尸之法看似捷径，说不定暗藏猫腻，成圣之后便无路可走。我选择拒绝任务，斩三尸之法的奥义瞬间涌入脑海，此法需斩掉善尸、恶尸，留下本我，三尸合一方能成圣。我没有急着修炼，此法未必适合我，有系统在身，日后定有其他机缘。就在我领悟法门之际，洪荒仙音缭绕，地涌精泉，海量功德从天而降。女娲造人功德无量，即将成就功德圣人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恭贺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恭贺女娲成圣，可获得后天灵宝捆先生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焚天羽扇。新的任务接踵而至，我毫不犹豫选2。焚天羽扇乃是上古凤凰一族的镇族之宝，采集神火凤凰、极火大鹏等火属性禽类灵羽炼制而成，摇扇便可焚天逐海。凤凰一族在3族大战中覆灭，至宝却落到我手中，我不禁感叹，争一时气运又如何？不如老老实实苟着。我本体是火麒麟，炼化焚天羽扇得心应手。与此同时，袁弘那边传来强烈的气息波动，他炼化了混沌魔元精血，修为直接飙升到金仙6重，根脚也变成了最弱的先天生灵。看着袁弘的突破，我露出笑意，哪怕只是最弱的先天生灵，袁弘也有了冲击准圣的资格。修炼再无瓶颈，我虽苟在深渊，却深知孤掌难鸣的道理，身边必须要有得力帮手，这才收拢麒麟一族，收下袁弘和白虎。如今麒麟族人已过万，在我的栽培下，首徒火麒麟和几位天赋异禀的族人都突破到了金仙境界。闲来无事时，我还会炼制一些后天至宝赏赐他。深渊中的先天芭蕉树，一片叶子就能炼出芭蕉扇，人手一剑，最适合风麒麟。地下9幽的地武能炼出地虎珠、地火柱，都是火麒麟的绝佳兵器。我心态平和，坐镇深渊，静观洪荒风云变幻。
先苟着，等实力够了，势力强了，再出事也不迟。洪荒大地，一个巫族小部落突然遭难，山谷中涌出滔天洪水，瞬间吞噬了整个部落。水中蕴含的水之法则，让实力低微的巫族根本无法挣脱。这样的惨剧在洪荒各地上演，凡是崇拜火焰的巫族部落都遭到了洪水袭击，伤亡惨重。祝融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，这些部落都是他的分支，掌控洪荒水域的乃是共工，他的死对头。水火不容，两人积怨已久，如今共工竟敢挑衅，祝融岂能忍？而另一边的共工也是怒火中烧，他的不少分支部落都被莫名的天火焚烧，死伤无数。不用想，这肯定是祝融干的。殊不知，这一切都是鲲鹏的阴谋。他带着妖族强者潜伏洪荒，一边引水冲击火部落，一边放火焚烧水部落，不断挑拨祝融和共工的关系。得知女娲成圣后，鲲鹏的胆子更大，有圣人做后盾，他在洪荒横行无忌，只为削弱巫族实力，给妖族争取喘息之机。数百年后，祝融和共工的矛盾彻底爆发。祝融驾驭火龙冲天怒吼，共工小儿出来受死，有本事明刀明枪一战，为何暗害我族人？共工不甘示弱，挥手掀起万丈水浪，驾驭黑龙杀了出来。祝融，你颠倒黑白，要战便战。两人在不周山脚下大打出手，我被这震天的吼声惊动，连忙取出刚得到的新奖励观天镜。这观天镜乃是先天灵宝，能悄无声息观察洪荒任何角落，唯独不能查看圣人，否则定会被察觉。镜中画面显示，祝融和共工已经杀红了眼，他们的龙族坐骑皆是大罗金仙修为，却在一个照面间被对方斩杀。龙族曾经称霸四海的上古大族，如今竟落得如此下场，可悲可叹。两人大战持续多年，其他祖巫多次出面调解，却毫无用处。最终，祝融渐渐占据上风，共工身受重伤，可祝融也好不到哪去，火之本源消耗巨大，气息紊乱，两人早已杀红了眼，不死不休。祝融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我的命是父神给的，你拿不走。共工双眼赤红，猛地一头撞向不周山。祝融瞬间懵了，心中涌起一丝悔意。不周山乃是盘古脊梁所化，支撑着洪荒天穹，一旦倒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随着一声巨响，不周山裂开无数蛛网般的裂痕，整个洪荒剧烈震动，共工当场身死。不周山的裂痕不断蔓延，最终轰然坍塌，天庭剧烈摇晃，天河倒灌，9天流火倾泻而下，洪荒生灵死伤无数，天昏地暗。祝融看着崩塌的不周山，心中升起强烈的危机感。他和共工大战，毁天灭地，纵使是盘古正宗，也难逃天道惩罚。漫天雷云汇聚，一道道雷劫劈下，祝融本就本源亏空，根本无力抵挡，最终陨落在不周山脚下。祝融共工大战，导致不周山倒塌，洪荒生灵遭殃。宿主是否走出深渊拯救苍生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天地灵根不老仙术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麒麟印，原始麒麟至宝承载麒麟气运，龙汉初劫随原始麒麟陨落而消失。我毫不犹豫选2，拯救苍生，那是女娲的活。麒麟印入手，我实力再增1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女娲便现身不周山。我连忙收起观天镜，圣人的气息一旦出现，观天镜便会失去效果，强行窥探定会被察觉。女娲看着满目疮痍的洪荒，轻轻叹息。她身为功德圣人，与洪荒大道绑定，洪荒繁荣则她强大，洪荒破碎则她衰弱，补天乃是她的责任。女娲取出五彩神石，开始炼石补天。这五彩神石乃是洪荒初开的至宝，数量稀少，每一块都价值连城。女娲补天功德无量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相助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3万功德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日月玄黄叶1坛。我选择拒绝。补天是女娲的机缘，我何必凑这个热闹？1坛日月玄黄叶出现在眼前，系统提示响起：日月玄黄叶采集日月精华，经岁月沉淀而成，圣人之下皆可借此提升修为。我心中一喜，自从突破准圣，修为便再无寸进。我炼化了一部分日月玄黄叶，修为果然松动，从准圣1重直接突破到2重。看着坛中剩余的液体，我估摸着全部炼化，应该能达到准圣3重。女娲补天完毕，天河倒灌的水势被止住，9天流火也渐渐熄灭。可天柱已倒，天随时会再次崩塌。就在此时，一头玄武闯入女娲的视野，女娲单手一托，将玄武射来，展其4肢，用以撑天。天柱稳固，洪荒安定，海量功德再次降下。女娲悄然离去。玄武虽被斩去4肢，却因撑天有功，获得功德造化，断肢重生，修为还提升到了大罗金仙境界。念玄武撑天有功，无依无靠，宿主是否招揽其进入深渊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混沌石碑星号1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后天灵宝神海龟壳。我心动了，我早就想集齐5方圣兽，配合5方气布阵，如今有了观天镜，外界动向尽在掌握，正是招揽玄武的好时机。我选择接受任务，混沌石碑入手。系统提示：混沌石碑，鸿蒙圣龟背驮之物，对龟类一族参悟大道有奇效。有了这宝物，不怕玄武不乖乖归顺。我立刻召来白虎，小白虎，你入我深渊有些年头了，今有一事教你去办，办好了有重赏。白虎闻言大喜，他性子好动，在深渊待久了早就憋坏了。老爷吩咐，小的万死不辞。我指着观天镜中的玄武，镜中这只玄武与你同属圣兽，我不便出世，你替我去招揽他，带上这块混沌石碑，就说我看他撑天有功，不忍他浪迹洪荒，邀他入深渊修行。石碑可借他参悟3000年，若肯归顺，石碑便赐给他。白虎接过混沌石碑，感受到上面古朴的气息，心中震撼不已。他连忙应道：老爷放心，小的定将玄武带回。
回。白虎离去后，我继续炼化日月玄黄液，突破准圣3重后，剩余的液体效果锐减，我便留了下来，准备赏赐给族人。我取出观天镜，看着白虎远去的背影，又将视野切换到幽冥血海。血海之中，血气翻涌，杀机弥漫。一位道人盘膝而坐，正是冥河老祖。此疗乃是盘古巫血所化，号称血海不枯，冥河不死，也是个狗道高手。只听冥河冷哼一声：“女娲造人可得功德，我何不效仿？今我便在血海之中创造生灵。”说罢，他取出无数珍稀材料，开始造物。可就在新的生灵即将诞生之际，血海上空非但没有功德降下，反而雷云密布，雷劫滚滚。定，冥河老祖逆天而行，欲创造阿修罗族，宿主是否阻拦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后天至宝冥河血珠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10大本源之火，幽冥神火。我直接选2。冥河这是痴人说梦，女娲造人符合天道，他创造的阿修罗族嗜杀好斗，违背天道，不被雷劈才怪。幽冥神火入手，我对火焰法则的理解更深一层，实力又长了一截。镜中，冥河被雷劫劈的修为大跌，从准圣巅峰跌落至准圣2、3重，和我持平。洪荒之事，我已懒得关注。巫妖2族元气大伤，再也无力争霸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接下来便是圣人井喷的时代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系统提示再次响起。定，老子创建人教，成就圣人之位，宿主是否恭贺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后天灵宝火龙甲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是神枪残枪头。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是神枪枪头。之前我已经得到了枪杆，如今枪头到手，正好合成完整的是神枪。这是神枪，乃是混沌青莲金所化，洪荒10大先天灵宝之首，可伤圣人。就算是残缺的枪杆和枪头，也都是先天灵宝级别，可见其威力之强。完整的是神枪在手，我忍不住放声大笑。圣人之下，我谁也不惧。紧接着，元始天尊得到半截不周山，练出斩仙剑、遁龙桩、翻天印，又收下广成子等弟子，创建阐教，成就圣人之位。定，元始天尊成圣，宿主是否恭贺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后天至宝雷霆金钗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5行灵根各30颗，金光叶树、木灵仙果树、先天种水柳树、火龙珠果树、星辰云土树。我果断选2，150颗5行灵根扎根深渊，整个深渊的灵气浓郁到化不开，岩壁上甚至凝结出了灵液，汇聚成一个个灵液池。3清成圣，后土深化轮回成圣，接引准提创建西方教成圣。一波波系统任务袭来，我足不出户，实力一路飙升到准圣巅峰。这一日，我感应到一道熟悉的气息靠近深渊，神念一扫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白虎回来了。这家伙出去了这么久，怕是借着办事的由头，在洪荒浪了个遍。巫妖2劫都结束了，3清都成圣2位了，他才慢悠悠回来。我本想惩罚他，却看见白虎身后跟着一头体型庞大的玄武，2只圣兽踏着祥云，朝着深渊而来。白虎伏在地上，恭敬高呼：“白虎奉命而归，拜见老爷。”玄武看着眼前神秘的深渊，眼中满是疑惑。若不是白虎拿出混沌石碑，他根本不会来这荒僻之地。就在他迟疑之际，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和白虎一同射入深渊。看着眼前的玄武，我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5方圣兽已得其2，一番天旋地转，玄武瞬间被射入深渊之中。他满脸震撼，这地方的灵气浓郁的超乎想象。这些年他踏足过深海灵泉海眼，住过海岛仙山，玲珑福地，可和深渊一比，那些地方简直不值一提。我盘坐在5行蒲团上，立身于5行松下，一呼一吸间，淡淡的威压弥漫开来。玄武瞬间心头巨震，这麒麟老祖绝对是准圣修为。放眼洪荒，准圣屈指可数，圣人不出，准圣便是顶尖战力。能达到这个境界的，哪个不是根脚无双，活了无数岁月的老怪物？玄武一脉虽是洪荒圣兽，可根脚受限，想成准圣难如登天。前些时日，他被女娲斩去4肢撑天，得了大功德加身，根脚才稍有变化。可即便如此，想成准圣也得熬漫长岁月。若不是白虎拿出混沌石碑，让他看到了快速成长的机会，他根本不会来这荒僻之地。更何况白虎和他修为相当，数次抢夺石碑都没得手，他这才无奈跟着前来。我缓缓睁眼，目光落在玄武身上，声音平淡却带着道韵：“玄武，女娲补天之时，我便留意到你身负气运，可洪荒大气运者多如牛毛，能成强者的却寥寥无几，大多都泯灭在时光长河里。我看你也是一方圣兽，不忍你浪迹洪荒，可愿留在深渊，做个镇守门户的护卫圣兽。”说话间，我身后5行神光绽放，几种本源神火环绕跳动，深渊之中道运流转，宛若言出法随。白虎在一旁连忙帮腔：“玄武，我家老爷都开口了，还犹豫什么？赶紧拜见老爷！你看洪荒又出了2位圣人，这些圣人手段通天，当初补天斩你4肢，连问都没问过你。若不是天道功德护身，你早就废了。在这深渊有老爷庇护，谁也不敢欺你。”白虎这话句句在理。当初4肢被斩，玄武满心愤懑，却无可奈何。圣人乃是洪荒至尊，他根本无力反抗。这些年他东躲西藏，巫妖大战躲着，圣人出世也躲，就是怕没靠山被人拿捏。玄武当即伏在地上，恭敬道：“老祖，我若犹豫不决，便不会来此了。麒麟一族乃是上古大族，能延续至今，定是秉承天地气运。我这点微薄气运算不了什么，我愿做深渊护卫，只求老祖应允，让我参悟那块混沌石碑。”准了！我大手一挥，语气大气：“混沌石碑是我多年前机缘所得，也算与你玄武一脉有缘。只要你留在深渊，石碑便一直伴你左右，助你参悟大道。原本我只打算让他参悟3000年，可看他态度恭敬，这石碑我留着也没用，不如送个顺水人情。”玄武大喜过望，连连叩首：“多谢老
老祖大恩，日后我便是深渊的镇守护卫。我神念一动，直接在深渊一角开辟出一片洞天，瀑布飞泻，灵泉涌动，玄元控水旗高悬其上，无数水属性灵根、奇花异草环绕四周，正是玄武修炼的绝佳之地。待玄武退下，我看向一旁的白虎，淡淡道：“你此次将玄武带回，也算立了一功。我有一门神通，正适合你。闭目凝神，我传你混沌天妖拳。”一道金光没入白虎眉心，神通传承瞬间映入他的脑海。白虎感受到这门神通的霸道，激动的跪倒在地，多谢老爷赏赐。就在我收下玄武之际，洪荒大地再起波澜。通天教主看着两位兄长先后成圣，心中顿悟：老子创人教，只教个别有缘人族；元始创阐教，专收气运昌盛之辈。而他要走一条截然不同的路，有教无类，披毛戴角之辈，师生卵化之流，只要不是穷凶极恶，皆可入他门下。截教创立，圣人气息席卷洪荒，通天教主正要成圣，三清一门三圣，风头无两，除了红军道祖，洪荒无人敢与之抗衡。第，通天教主创建截教，正道成圣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恭贺？选择一，恭贺通天，可获得雷击木一解；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一缕先天五行本源。我毫不犹豫选二。先天五行本源乃是开天辟地时诞生的至宝，万金难求。炼化这缕本源的瞬间，我体内法力暴涨，修为直接从准圣三重突破到准圣四重。突破的刹那，我感应到深渊中传来一丝奇异气息，神识一扫，只见一只刚出生的幼麒麟正睁着懵懂的眼睛打量四周。这小家伙漆黑如墨，长相怪异，虎头狮尾，麒麟足，似虎非虎，似狮非狮，似麒麟非麒麟，明显是麒麟一族的一种。可细细感应，他身上的麒麟血脉却无比纯正。定，麒麟一族诞生一种谛听，此兽能听万物心声，强大后可坐听800里，卧听3000里，甚至能听过去未来。宿主是否收其为徒，重点栽培。选择一，收谛听为徒，奖励神通混沌五行遁术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奖励后天至宝修罗刀。我心中狂喜，谛听，后世坐镇地府辅佐地藏王菩萨的圣兽，居然诞生在我的麒麟族群中。我瞬间出现在幼麒麟身边，对着他的母麒麟道：此子与我有缘，日后由我亲自教导，我收他为徒，赐名谛听。母麒麟又惊又喜，连忙叩首谢恩，能被老祖看中，这小家伙简直是天大的福分。我将谛听抱走，又召来首徒火麒麟。这些年他潜心修炼，已是金仙巅峰，只差一步便能踏入大罗金仙。谛听是我新收的小徒弟，我闭关之时以代师传艺，教导他修炼。我看着火麒麟，继续道：这些年我只传了你混沌神火掌，今日再传你神魔炼体术，还有我麒麟一族的镇族神通万兽震天吼。两道金光打入火麒麟眉心，功法与神通的修炼之法瞬间涌现。我又将离地焰火旗赐给他，此旗助你参悟火之法则，修炼可事半功倍。最后我把剩余的日月玄黄叶分了出去，火麒麟可用它突破大罗金仙，谛听则用它夯实根基。而此时的洪荒大地，巫妖两族的幸存者看着三清成圣，心中满是唏嘘。当初为了争夺天地气运打得你死我活，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。12祖巫只剩后土一人，他立在巫族部落的山巅，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，眼眶湿润。昔日巫族何等强盛，如今却万不存一，巫族的未来在何方？他望向洪荒大地，历经数次大战，无数地方化为焦土。纵使有3位圣人气息滋养，洪荒复苏依旧缓慢。更要命的是，无数亡魂游离世间，无家可归，导致洪荒阴阳失衡，阴气森森。冥河老祖更是趁机四处收集亡魂，壮大他的阿修罗族。虽说当初创造阿修罗族时遭了天道雷劫，可这一族战力强悍，天赋不俗，只要好好培养，定能成为他的一大助力。看着无数巫族亡魂被冥河掳走，后土心中越发难安。也正是这一刻，他豁然开朗，难道死去的生灵就真的不能复生吗？这些亡魂难道就只能四处游荡吗？这是天道的缺口，是洪荒法则的疏漏。后土的成圣之机终于到了，12祖巫皆是准圣巅峰，可他们走的是盘古肉身一脉的以力正道之路，这条路太难，难道无人能成功？如今后土却悟到了另一条成圣之路，他对着天道高声立誓，无乃后土。巫妖之战致使洪荒生灵涂炭，亡魂四起，今日无愿深化轮回，开创6道。洪荒生灵分属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6道轮回，度亡魂转世，重修来生。话音落下，后土的身躯开始演化，渐渐化为6道轮回，这是补全天道缺口的大事。洪荒所有圣人都被惊动，天道降下无量功德，后土一举成为继女娲之后的第2位功德圣人。可惜他身化轮回，自此无法再以真身现世，只能以道身居于轮回之中，终生不得离开。我在深渊中感应到后土成圣的气息，心中暗道果然如此，同时静静等待系统任务。定，祖屋后土身化轮回，成就功德圣人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协助共建轮回？选择一，前往轮回创立地府，奖励后天灵宝判官笔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奖励先天灵宝18层地狱，常年运转，有望晋级先天至宝。我看着任务奖励，瞬间愣住了，18层地狱居然是一件法宝，还能晋级，我毫不犹豫选二，这简直是送上门的机缘。我心中迅速盘算起来，按照洪荒大势，日后西方2圣定会去找后土，以协助管理轮回为由，派门人入驻地府，掌控轮回转世的权利。届时后土只能无奈应允，但这一世由我插手，局面将截然不同。深渊有谛听，又有18层地狱，这足以让我在轮回之事上插上一脚。等时机成熟，派谛听坐镇
地府，执掌18层地狱，既能积攒功德，又能为麒麟一族收拢气运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我嘱咐火麒麟多采摘些灵根仙果给谛听筑基，又取出观天镜，继续窥探洪荒动向。镜中画面流转，从东方无量海域到西方荒凉之地，尽收眼底。当视野切换到中央大地，昔日麒麟祖地时，我不禁心生感慨，这里早已一片荒芜，除了我深渊这一脉，外界的麒麟一族基本绝迹，或许还有零星幸存者，可洪荒太大，根本无从追查。就在我准备切换视野之际，祖地深处的地下，一丝微弱的气息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催动观天镜仔细查看，竟是一条圣兽腾蛇在前修。腾蛇乃是5行圣兽中的土系圣兽，主守护，能增强自身各方面能力。上古之时，腾蛇一脉便出没于中央大地，只是那时麒麟一族势大，无人注意到他们。我一直想集齐5方圣兽，配合先天5方奇布阵，如今终于又找到一位。发现圣兽腾蛇身负洪荒气运，宿主是否招揽其入深渊？选择1，招揽腾蛇，奖励5行神果星号1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奖励后天灵宝苍云战刀。我直接选1，5行神果蕴含5行大道法则，对我突破境界大有裨益。我再次召来白虎，这小家伙上次招揽玄武立了功，办事还算靠谱。小白虎，中央大地麒麟祖地之下有一条圣兽腾蛇，你去招揽它，和上次一样，办成了有重赏。白虎一听有好处，眼睛瞬间亮了。上次带回玄武得了混沌天妖拳，战力暴涨，这次要是再立功劳，指不定能得什么宝贝。他连忙点头应下，生怕我反悔，切记快去快回。我叮嘱道，如今洪荒变数太大，切勿招惹强者，否则我也来不及救你。白虎领命离去。我取出5行神果，当即炼化。果不其然，5行法则涌入体内，我的修为再进一步，直接突破到准圣5重，对5行大道的理解也愈发精深。等我达到准圣巅峰，便要开始为正道做准备了。我虽有斩三尸之法，可这法门是红军所传，我总觉得其中暗藏猫腻。红军算无一策，怎会传下能让人超越他的功法？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绝不会修炼此术。若能参悟5行大道，以5行法则正道，才是最佳选择。就在我突破小境界之际，10万大山深处突然3道宝光冲天而起。10万大山乃是洪荒偏僻之地，这么多年从未出过什么宝物，顶多有些山精野怪占山修炼。我神念一扫，瞬间变出宝物来历：2件后天至宝，1件先天灵宝。后天至宝是雷劫珠和领土圣甲，先天灵宝则是1柄9天祥云戟。后天至宝我看不上，可先天灵宝却是可遇不可求，正好可以赐给门下弟子，增强深渊整体实力。正当我准备出手收取宝物时，10万大山中的精怪们已经打作一团。这些精怪实力不强，大多是玄仙境界，可其中却有个其貌不扬的矮小道人，修为竟达到了金仙层次。他腰间绑着一根法宝，但凡有精怪靠近夺宝，便被他一绳捆住，动弹不得。发现洪荒气运之人巨留孙，宿主是否将其收入深渊，培养为属下势力？选择1，收巨留孙入深渊，奖励神通混沌劈天掌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奖励后天灵宝灵石巨斧。我乐了，原来是巨留孙，后世阐教12金仙之一卜行孙的师傅，这可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才。封神大劫中，徒弟被杀，他心灰意冷离开阐教，最终被西方2圣引渡。选择1，我心念一动，一只巨大的手掌凭空出现在10万大山中，一把卷起3件宝物，又将巨留孙牢牢困住，一并带回深渊。巨留孙被射入深渊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好歹是金仙修为，精通土行术，连大罗金仙都能周旋1、2，可刚才竟毫无反抗之力。抓他的人起码是准圣大能。他正胡思乱想，我已然现身，一眼便看穿了他的本体。补地之精，吸纳日月精华成型，难怪精通土行之术。我乃麒麟一族老祖，今日见你身负气运，与我有缘，可愿做我的记名弟子？巨留孙彻底懵了，抓我来竟是为了收徒。他在洪荒东躲西藏这么多年，能拜一位准圣老祖为师，简直是天降大运。他当即跪倒在地，连连叩首。巨留孙愿意拜师，多谢师尊点化。我满意点头，随手从星辰云土树上摘下数颗土属性灵果，又将后天至宝领土圣甲赐给他。深渊之地灵气浓郁，适合修炼，你自己选一处洞点，潜心修行吧。巨留孙捧着灵果和圣甲，激动的说不出话，千恩万谢后才退下。收下巨留孙后，我又在深渊静修了数百年。这一日，深渊外传来熟悉的气息，我神念一扫，顿时愣住。白虎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条大罗金仙修为的腾蛇，这办事速度连我都有些惊讶。2人踏入深渊，腾蛇立刻冲到我面前，谄媚道：“老爷，我和白虎兄弟回来了，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把腾蛇一脉带回深渊了。”白虎在一旁黑着脸，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货。这腾蛇简直是个戏精。我看向腾蛇，他连忙解释道：“老祖有所不知，我腾蛇一脉从上古起便依附麒麟一族，先祖曾追随原始麒麟老祖，正是得了老祖宗的许可，我们才能在中央大地繁衍生息。龙汉初劫时，原始麒麟老祖陨落，我腾蛇一脉强者尽数出世，想要夺回老祖遗体，可洪荒强者太多，我族强者尽数战死，只能隐匿起来，等待麒麟一族重现洪荒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祖地等待，终于等到老祖名了。我心中微动，上古之时的确有腾蛇一脉在中央大地活动，若没有麒麟一族许可，他们绝无可能在此立足。看来这腾蛇竟是麒麟一族的铁杆追随者。原来如此，你们腾蛇一脉倒是忠心耿耿。我点了点头，语气缓和，这些年辛苦你们了。说罢，我取出5方旗中的戊己性黄旗，递给腾蛇，此旗主土，你在旗下修炼，可助你参悟土之法则。
腾蛇接过杏黄旗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连连叩首谢恩。我又看向一旁的白虎，将先天灵宝9天祥云戟赐给他。此次你办事得力，这柄9天祥云戟赏你了。白虎眼睛一亮，连忙接过宝戟，欣喜若狂。这可是先天灵宝，他在洪荒混了这么多年，连后天至宝都没几件，如今竟得了一件先天灵宝。一旁的腾蛇看得满眼羡慕，眼珠子一转，连忙道：“老爷，我知道您在寻找5方圣兽。我前些年在中央大地见过青龙，还去过极南之地，看到过朱雀的踪迹。”我目光瞬间锁定腾蛇，连白虎都愣住，这货是要和我争宠？你能找到青龙和朱雀？我沉声问道。腾蛇连忙点头，拍着胸脯道：“老爷放心，我有把握找到他们。若是白虎兄弟肯和我一起去，就算劝不动，我们也能联手把他们绑回来。”白虎脸都绿了，绑回来这招明明是我想出来的。我心中大喜，5方圣兽已得其3，若是能集齐青龙、朱雀，5行大阵便指日可待。好，我当即应允。你若能将青龙、朱雀招揽回来，我赐你一场大造化。又看向白虎，你也跟着去，办成此事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白虎虽不爽腾蛇，但一听有好处，立刻应承下来。有好处不战，那是傻子。2只圣兽领命，兴冲冲地踏出深渊，朝着洪荒深处而去。而此时的西方大地，须弥山上，准提和接引道人立身云端，身后7宝妙术，6根清净竹熠熠生辉，12品功德金莲散发着万道佛光。这2位可是洪荒人精。当年红军道祖子萧公讲道，本没有他们的位置，2人靠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卖惨，硬是让红云让出了座位，还把鲲鹏挤走，抢了2个圣人之位。如今3清皆已成圣，2人也悟透了成圣之机，岂能错过这等机缘？准提和接引浮空而起，对着天道立下48道宏愿。吾乃准提道人，吾乃接引道人。今日我兄弟2人共创西方教与极乐世界，入我教者可跳出6道轮回，脱离苦海；进我极乐者可成佛得道，度尽苦厄。誓言落下，2道圣人气息席卷洪荒，梵音阵阵，金莲遍地，地涌金泉。昔日荒凉的须弥山瞬间化为极乐净土，成为西方教的传道灵山。33天外子霄宫中，红军道祖缓缓睁眼，看向西方。上古之时，他与魔祖罗侯大战，打碎了西方的领土仙脉，导致此地后世难出强者，这是他的一桩因果。如今2位弟子在西方成圣，圣人气息滋养大地，正好了却这段因果。红军淡淡瞥了一眼，便再次闭目。成圣不过是起步，洪荒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混沌世界，这些小事不值一提。准提接引成圣的气息传来，系统任务再次触发。丁，准提接引创建西方教，成就圣人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恭贺？选择1，恭贺西方2圣加入西方教，奖励先天至宝12品功德金莲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奖励混沌分身符，一次性使用，可凝聚一具承载自身100%修为的分身，圣人之下可用。我看着任务奖励，瞬间愣住了。混沌分身符，这简直是逆天至宝，有了这玩意儿，我岂不是可以放心出世了？就算分身被毁，本尊也毫发无损。不过我没有立刻使用，反而压下心中的激动，仔细盘算起来，我现在是准圣5重，若是苟到准圣9重巅峰再使用，分身的实力岂不是更强？都苟了这么多年了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我果断将混沌分身符收了起来，继续前修。此时的洪荒大地，历经巫妖大战，早已4分5裂，形成了4大部洲。一些洪荒碎片散落无量海域，被称为海外之地，其中以13仙岛最为出名。后土深化轮回后，巫族幸存者大多进入轮回，靠着后土道身庇护苟延残喘，巫族彻底没落。妖族则只剩临阵脱逃的鲲鹏，他在北冥之地经营多年，笼络了大批妖族，将北冥改名为北俱泸州，建立妖师宫，天安一隅，巫妖落幕，人族大兴的时代终于来临。丁，侮辱轮回妖走北，人族大兴时代开启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阻拦？选择1，阻拦人族崛起，奖励1株不知名灵草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奖励10大本源之火，9天玄火，蓝明离火。我直接选2，一株破灵草算什么？2大本源之火才是真正的至宝。我先前已炼化太阳真火、太阴真火、幽冥神火，如今再得9天玄火、蓝明离火，10大本源之火已握其物。炼化2团本源之火的瞬间，我体内火焰法则暴涨，修为直接突破到准圣6重巅峰，距离7重只有1步之遥。此刻的我端坐深渊，宛若火之法则的化身，身下的地火随着我的呼吸翻涌。单论火焰神通，我足以在准圣境界横行无忌。5行相生相克，对火之法则的领悟加深，也让我对其余4行法则的理解更上一层楼。5行大道的根基愈发稳固。就在我沉浸在突破的喜悦中时，33重天外子霄宫，红军道祖重开宫门，召众圣齐聚，连深化轮回的后土都被接引了一道道身前来。红军目光扫过众圣，缓缓开口：巫妖之争已结束，洪荒3界群龙无首，乱象渐生，天庭乃气运汇集之地，须有人执掌镇守3界。道同昊天，你随吾无数载，身负大机缘，今封你为3界至尊玉皇大帝，赐你昊天剑、昊天塔、昊天镜，执掌3界。道同瑶池，今封你为天后王母娘娘，与昊天共掌天庭，赐你3000蟠桃树，镇压天庭气运。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此次召你们前来，除了重立天庭，吾即将踏入混沌世界，只留一道道身在此闭关，无要紧之事，不必再来拜见，各自安心修行，日后你们终有踏入混沌的那一天。红军话音落下，系统任务再次弹出。丁，天庭重立，昊天瑶池执掌3界，宿主是否走出深渊祝贺？选择1，前往天庭展露修为，可封为天庭圣师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奖励造化神水星号1。我毫不犹豫选2，天庭圣师算什么？后世天庭还要靠封神榜收拢散仙才能凑齐人手，
这造化神水才是真正的诸天至宝。系统介绍浮现造化神水，洪荒初开始诞生的先天灵液，万中无一。我将这滴造化神水炼化，一股精纯至极的能量瞬间席卷4至百骸，仅仅一滴便让我冲破了准圣6重的瓶颈，直接踏入准圣7重，距离准圣9重巅峰越来越近了。时光荏苒，数十年光阴一晃而过。这一日，深渊外传来熟悉的气息，我神念一扫，顿时目瞪口呆。白虎和腾蛇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条青龙，青龙手里居然还拖着一只被打昏的朱雀。腾蛇一进深渊就扑到我面前邀功：“老爷，我们回来了！”我和白虎兄弟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把青龙、朱雀带回来了。白虎在一旁黑着脸，心里把腾蛇骂了千百遍，这货就是个大忽悠。当初两人去中央大地找青龙，白虎本以为要费一番功夫，谁知腾蛇一张嘴，直接把青龙忽悠得晕头转向。麒麟老祖重现洪荒，修为堪比圣人，深渊里天地奇珍取之不尽。老祖还经常讲道，心情好了就赐先天灵宝。你看白虎兄弟的9天祥云戟就是老祖赏的，我可以立大道誓言。腾蛇一通忽悠，再加上白虎拿出宝戟作证，青龙当场就信了，还屁颠跟着他们去极南之地整朱雀。朱雀上古时和凤凰一族走得近，一听是麒麟老祖招揽，压根不愿搭理。结果青龙当场翻脸，出手比白虎、腾蛇还狠，3圣兽联手，直接把朱雀打昏，拖了回来。青龙还一路念叨，我帮着收拾朱雀，也算立了功吧。老祖会不会也赐我一件先天灵宝？白虎看得目瞪口呆，这腾蛇怕不是刚入深渊就把老爷的底摸透了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哭笑不得。这时系统任务再次触发，丁5方圣兽齐聚洪荒，宿主是否招揽他们，臣服于深渊。选择1，收服5方圣兽，奖励天道灌顶1次。选择2，任由圣兽离去，奖励后天灵宝经理灵甲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选1。天道灌顶的瞬间，深渊之中道运漫天，大道音韵响彻天地，这可是比圣人讲道还要珍贵的机缘。整个深渊的生灵都盘膝而坐，静心感悟。那只被打昏的朱雀也在道运中悠悠转醒。5方圣兽齐聚深渊，这是自上古以来的第一次。我高声道：“传麒麟一族镇族神通，万兽震天吼；袁弘镇守深渊有功，传你混沌9转玄功；腾蛇招揽圣兽有功，传你混沌劈天掌；神魔炼体术，巨留孙、白虎、玄武、青龙、朱雀，可于混沌神火掌、混沌天妖拳、混沌劈天掌中任选一门修炼。一道道金光落下，神通传承映入众人心间。此刻道运天成，乃是天大机缘。我沉声道：尔等速速听到修炼，莫要错过。深渊生灵齐齐盘膝，沉浸在大道音韵之中。我也闭上双眼，静心感悟。天道灌顶结束时，我的修为直接冲到了准圣9重巅峰，5方圣兽尽数突破到大罗金仙巅峰。火麒麟、袁弘、巨留孙也顺利踏入大罗金仙境界，就连刚出生不久的谛听都达到了太清玄仙。数十万麒麟族人更是全员突破玄仙境界。若不是深渊道场隔绝的气息，这等声势足以震动洪荒。青龙和朱雀看着深渊的底蕴，彻底傻眼了。尤其是朱雀，原本满心不悦，此刻却满眼感激。这哪里是深渊，分明是洞天福地。青龙偷偷拉过腾蛇，传音道：腾蛇大哥，你果然没骗我，这麒麟老祖太大气了。刚才白虎还骂我傻缺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腾蛇心中虚的一批，嘴上却硬气道：那是自然，我岂能骗你？白虎那家伙就是怕我们抢了他的风头。原来如此。青龙恍然大悟，腾蛇大哥，以后我跟你混，离那心机白虎远点。两人的传音全被白虎看在眼里，他气得脸色铁青，狠狠瞪了腾蛇一眼，这货太狗了。天道灌顶结束后，我带着5方圣兽来到深渊深处的修炼之地。我端坐5行蒲团，目光扫过青龙、朱雀，淡淡问道：你们能来此地，皆是与我有缘，可愿留在深渊，做镇守门户的护卫圣兽？青龙和朱雀对视一眼，毫不犹豫的点头。有这么好的修炼环境，还有准圣老祖讲道，赐宝傻子才会走。善，我满意点头，取出先天5方旗。我有先天5方旗一套，如今5方圣兽齐聚，你们各持一方，待你们修为大成，纵使面对圣人，也有一战之力。洪荒世界，幽冥之地，原本自紫霄宫归来的后土，此刻化作一名老妪，他立在奈何桥上，架着一口幽冥诞生的大锅熬煮汤水。巫族子弟接过汤水，再转交那些排队投胎的鬼魂，唯有饮下这碗汤，方能踏入轮回之路。这是后土钦定的规矩。他这具化身，如今也有了名号，世人称他孟婆。他熬煮的汤水，便是大名鼎鼎的孟婆汤。此汤入喉，便能洗去鬼魂的前尘记忆，让往生的生灵重入轮回修来世，从此不受今生因果牵绊。正在此时，后土陡然察觉，有一位强者踏入幽冥之地。这位强者修为至少达到准圣境界，寻常生灵闯入幽冥，他向来视而不见。洪荒出力轮回时，不少生灵进来探寻机缘，可这些生灵要么毫无收获悻悻离去，要么被后土看中，留下协助打理6道轮回。但这一次来的是准圣强者，这般修为的存在，若是在幽冥乱闯，极易给他招来麻烦。哪位前辈驾临幽冥，此地乃鬼魂归宿，并无活人机缘，还请速速离去。后土的声音悠悠传开。刚踏入幽冥的我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没错，我已然出世，修为更是达到准圣巅峰之境。我当即催动混沌分身符，凝练出一尊与本体同修为的分身。有了这尊分身傍身，我还有何惧？何须畏缩不前，只管放手一搏。出世后的第一站，我便直奔幽冥，只为面见后土，与这位功德圣人商谈合作的可能。后土娘娘，我乃麒麟一族老祖，论出身根脚，算不上你的晚辈。巫族尚未出世之时，我麒麟一族便已是洪荒之主。我朝着幽冥深处传音开口，这般传音手段，寻常弱者根本无从察觉，唯有准圣以上修为，方能感应到这股波动。正在熬制孟婆汤的后土闻言眼角轻挑，有趣，麒麟一族的老祖，这一族竟还有强者存世。他身形一晃，瞬间出现在我不远处。看清我的模样后，后土颔首轻笑，果然是麒麟老祖。没想到你们一族气运如此绵长，从上古延续至今，
今竟还有你这般准圣巅峰的强者在世，娘娘谬赞。我自上古便避世隐居，直至今日才选择出世，并非我族气运绵长，只是我一直低调蛰伏罢了。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世间万物终究难逃盛极而衰的宿命。后土听了我的这番话，不由得心神触动。是啊，盛极而衰，何等无奈！巫族当年何等强盛，12祖巫联手，压得妖族毫无还手之力。可如今12祖巫只剩他一人，他自身更是身化6道轮回，唯有这具化身能行走世间。那你今日前来幽冥，所为何事？后土回过神来，连忙问道：我是特意来与娘娘谈合作的，我手中有一件顶尖先天灵宝，可镇压幽冥，开创18层地狱，此玉一成，便能明辨善恶，让善人得善果，投个好胎，让恶人受惩戒，赎尽罪孽。如此一来，幽冥之地便更具法度，娘娘也能轻松许多。此事难免得罪人，我麒麟一族愿一力承担。我沉声说道。后土听了我的话，顿时来了兴致，开创18层地狱，明辨善恶是非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德，更是在完善他的6道轮回。如今他引渡的鬼魂里不乏洪荒强者，有些师承显赫，却作恶多端，本不该有好的投胎机缘。可若是强行压制，又会得罪背后的势力。如今麒麟老祖愿意出面背负这因果，再好不过。不管麒麟一族有何图谋，对他而言都是难以拒绝的好事。后土当即点头应允，得到后土首肯，我直接将谛听唤了出来。我来幽冥，特意带上了他。谛听有镇守地狱的能耐，能镇邪祟，灭鬼怪，更能洞察生灵心声，断是非，判善恶。是时候布局了，就从谛听入住幽冥开始。谛听，这件先天灵宝18层地狱，今日便赐予你，你日后就在幽冥修行，积攒功德。18层地狱由你一手开创，对你大有裨益。后续我会派遣麒麟一族的后辈前来辅佐你，无需惧怕，有后土娘娘在此，即便我不在你身边，也无人敢动你分毫。我对着谛听郑重叮嘱，完善6道轮回本是天大的功德，但我觉得这功德更适合谛听，我有自己的道要走。如今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未雨绸缪，这具分身刚出世，正好借此试探洪荒各方的反应。我不愿被动挨打，必须手握底牌，方能有周旋之力。一旁的后土娘娘见我将18层地狱这等先天灵宝赐给谛听这个小辈，虽有疑惑，却也满心佩服。开创18层地狱的大功德，他竟自己不要，反而用来栽培后辈。后土不由得心生感慨，或许这便是麒麟一族能长存至今的缘由吧。这一族不自私，够大气。我将先天灵宝18层地狱交给谛听后，谛听当即在幽冥炼化此宝，先天灵宝不断变化，渐渐与幽冥大地融为一体。就在此时，系统提示音如期响起，丁检测到幽冥之地开创18层地狱，宿主是否愿意坐镇此地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坐镇此地，即刻创建地府，招募10殿阎罗，可成为18层地狱掌控者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生死簿、后天至宝判官笔、锁魂链、阴鬼钢叉、黄泉圣鼎。系统任务发布后，我扫了一眼，当即选择拒绝。坐镇幽冥，简直是开玩笑。拒绝任务后，先天灵宝生死簿以及4件后天至宝一同出现在我手中，来的正是时候。有了这5件地府圣物，我在幽冥布下的局基本稳了。谛听炼化18层地狱的瞬间，幽冥之地猛然震动，天降功德金光，海量功德涌入谛听体内，助他直接突破金仙境界。如今的谛听，只要身处18层地狱，即便面对大罗金仙强者，也能一战。谛听获得功德之际，幽冥的震动惊动了洪荒妖族，有2位金仙境界的妖族胆大闯入幽冥，一个是马妖，一个是牛妖。见他们踏入幽冥，我嘴角上扬，真是天意使然。这2位正好能做后世的牛头马面。我当着后土的面，抬手便将2妖擒来。马妖和牛妖吓得魂飞魄散，他们本在洪荒潜修，感应到幽冥异动，以为有至宝出世，想来搏一场机缘，万万没想到竟撞上我这般强大的麒麟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你2人与幽冥有缘，后土圣人开创6道轮回，功德无量。如今我麒麟一族愿代圣人镇守幽冥，创立18层地狱，让轮回更具法度，善恶分明。你2人可愿留在幽冥，担任勾魂使者，前往洪荒各地缉拿作乱鬼魂，彰显幽冥威严。我缓缓开口，一旁的后土闻言眼前一亮，有意思，这麒麟老祖所图不小啊。如此一来，幽冥设立勾魂使者，专门缉拿洪荒游魂，时间一长便会成为天地规则，这又是一桩功德，更能彻底奠定幽冥在3界的地位。我愿意。马妖看着我和后土娘娘，吓得双腿发软，结结巴巴的应道。见马妖答应，牛妖连忙点头，我也愿意。2妖应下后，我不动声色的翻手取出刚得到的后天至宝锁魂链与阴鬼钢叉，当场赐给他们。后土也开口说道，你2人便留在幽冥效力，日常事务直接向谛听禀报，若是尽职尽责，日后无必有赏赐。得了圣人许诺，2妖顿时精神一振，看来闯入幽冥竟是走了大运，不仅抱上圣人的大腿，还得了麒麟老祖赐下的后天至宝，这般好事可不是随处能遇的，他们这是赚翻了。后土发话后，我取出先天灵宝生死簿以及后天至宝判官笔、黄泉圣鼎一并交给谛听，这些宝物对你开创18层地狱，协助后土娘娘大有裨益，日后若寻得合适的人手，尽管赏赐下去，莫要让人小觑了我麒麟一族的底蕴。我低声嘱咐。一旁的后土见我接连拿出诸多宝物，满是震惊，这麒麟一族底蕴当真如此深厚，这才多久就拿出了这么多法宝，这是在炫富不成？不过也罢，反正都是来帮他做事的，怎么算都是他赚了。正在此时，天庭之上的昊天玉帝也感应到了幽冥的变化，他乃是红军道祖亲封的3界之主，虽说如今诸多圣人强者并不真心认可他，但寄居其位，他便想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跟随道祖多年，他的实力绝非寻常。昊天脚踏祥云，直下洪荒，朝着幽冥而来。昊天下凡的同时，远在西方须弥山，西方2圣从静修中苏醒，2人对视一眼，掐指推算，幽冥之地发生的事情已然了然于心。2圣满是震惊，这幽冥之地本是他们看中的机缘，这些年他们早有谋划。西方教得了先天灵
灵宝八宝浮屠。二圣本打算炼化此宝后，前往幽冥与后土商议，开创地府，抢占幽冥气运机缘，同时掌控部分六道轮回的权柄。这对西方教教义传播大有好处。可他们还未动手，竟被人抢先一步。推算之中，他们看到了一尊麒麟的身影。这麒麟修为高达准圣巅峰，底蕴深不可测，却无法算出他的过往，似有天机遮掩。他们可是正道圣人，洪荒之事几乎无所不知。可这麒麟的出现，竟如天道变数一般。师兄，我去一趟幽冥之地吧。准提道人低声说道。端坐于12品功德金莲上的接引道人点了点头。师弟，麒麟一族乃是上古霸主，若他们这一脉还有强者在世，足见麒麟底蕴非凡，气运无双。我觉得可将他引渡到西方来，如此一来，幽冥之地便唾手可得。妙哉！准提道人双手合十，点头应道，随即身形一闪，消失在须弥山。此时，昊天玉帝已然驾临幽冥，顿时引起后土的注意。这位三界至尊，昔日红军道祖的道童，他见过多次，没想到竟有这般气运，执掌天庭。不过在圣人眼中，这位三界至尊也不过如此。他心情好便搭理两句，心情不好连见都懒得见。恭贺后土圣人重整幽冥之地。随着喝声响起，昊天玉帝现身幽冥，径直来到我与后土面前。他一出现，目光便死死锁定我，满是忌惮。麒麟一族在龙汉初结时便已退出历史舞台，这些年从未听闻有麒麟强者现世，这一族本该彻底没落，怎会还有如此强大的老祖？昊天，天庭出力，事务繁杂，你不去打理政事，来我幽冥作甚？后土沉声问道。后土圣人，寡人得道祖亲封，执掌天庭，管理三界，方才察觉幽冥新立18层地狱，天降功德，故此前来一探究竟。昊天不卑不亢地回道。后土沉默片刻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执掌天庭，乃师尊亲封，我当时就在场，不必多言。但这幽冥之地错综复杂，你暂时管不了。我已答应麒麟一族，让他们镇守幽冥，待我值守。你还是安心打理天庭事务吧。如今天庭出力，人手匮乏，很多事情急不得，还需从长计议。”见后土三言两语便想接过此事，昊天满脸无奈。但后土所言不虚，天庭确实人才凋零，管理三界不过是对外的说法，根本没有相应的实力。天庭毫无威慑力可言，底蕴太过单薄。纵使有红军道祖扶持，可道祖早已必死关，何时出关尚未可知，这让诸多圣人愈发不愿配合。三人交谈之际，幽冥之中突然响起阵阵梵音，只见一道人脚踏金莲而来，所过之处，幽冥中嘶吼的鬼魂瞬间安静下来。后土道友，你这幽冥阴气太重，鬼魂游荡，怨气郁结，不知可否让我西方教在此建立地府道场，磨灭阴气怨念？说话之人正是准提道人，他一现身，我便心生强烈的危机感。看来这准提道人来者不善，十有八九是冲我而来。准提道人，我的事情何须你西方教插手？这幽冥之地有无生化的六道轮回，乃是我的道场，岂容你在此放肆？后土娘娘见准提不请自来，怒声说道：“昊天驾临还情有可原，毕竟是道祖亲封的三界至尊，虽说名不副实，终究代表道祖行事。可准提道人来他幽冥，又是何意？后土道友何必动怒？我观洪荒有麒麟现世，正好缺个坐骑，愿赐他一场机缘，不知他是否愿意皈依我西方教？”说罢，准提道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听到这话，我顿时怒火中烧。难怪后世都说西方二圣虚伪做作，假慈悲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，一见面就要收我为坐骑，这分明是羞辱。我强压怒火，故作镇定，反倒转头与昊天玉帝搭话。昊天，方才后土圣人也说了，幽冥之事日后由我麒麟一族协助打理。不过我麒麟一族今日虽创立18层地狱，完善轮回法度，却总觉得有所欠缺。天有天庭，幽冥当有地府。若建立地府，便能记录生灵前世今生，福报寿命，让轮回不再有纰漏。你若有兴趣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如此便能更好的辅佐后土圣人，让幽冥的秩序更加完善。听到我的话，昊天顿时心动，他正愁天庭没有机会插手幽冥事务，如今麒麟老祖竟主动邀他合作，即便与麒麟一族联手创建地府会被分去部分权柄，也已是天大的好事。反正天庭眼下无人可用，有麒麟一族相助，再好不过。只要地府名义上听令天庭便足够了，平常他们自行打理，对外给足他颜面即可。这可比西方教入驻幽冥好太多了。昊天自然看出我是在与准提道人博弈，他本不该参与其中，可这般良机怎能错过？若是错过，他又如何执掌天庭，树立三界威严？麒麟老祖，此事我甚是感兴趣，我们大可合作一番。昊天当即应下，选择站队，力挺于我。昊天话音落下，我便与他商议创建地府的细节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便清楚，幽冥之地绝不能由麒麟一族独占，纵使有后土认可，洪荒圣人众多，若有人前来找麻烦，我很难应付。比如有人打伤勾魂使者，抗拒抓捕鬼魂，或是强行要求为某人安排好的投胎机缘，他们不敢拿捏圣人后土，难道还拿捏不了麒麟一族吗？所以我才想拉天庭入伙。昊天急需树立天庭权威，让天庭成为洪荒正统，双方正好各取所需。见此情形，后土娘娘忍不住笑了，她倒是小看了这位麒麟老祖，不仅底蕴深厚，行事手段更是老辣，竟敢直接与圣人叫板。不过他身为圣人，深知圣人手段的苦。这麒麟老祖纵使是准圣巅峰，底蕴再强，与圣人相比，仍有天壤之别。这般硬碰硬，吃亏的只会是他。后土随即开口，只要有利于幽冥，能完善六道轮回，我都应允。准提道人，麒麟一族乃是上古霸主，你一上来就要收人为坐骑，未免太过放肆，莫要让我为难，速速离开幽冥。出了幽冥，他的生死与我无关，但在幽冥之内，纵使你是兄弟联手，这麒麟老祖我保定了。立于三人面前的准提道人听到后土的话，不禁叹息：哎，后土道友何必如此？我西方教可以不插手幽冥之事，但这麒麟
确实与我西方教有缘，你执意阻拦，我也无可奈何。但我心意已决，只要这麒麟踏出幽冥，我定要渡他前往西方极乐世界。说罢，准提道人凭空消失，他的话语却在幽冥之中久久回荡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，更是滔天的怒火。秦陵坏了西方教的好事，还当着他的面折损他圣人的威严，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。此时的我却异常淡然，来便来，这不过是一句分身，要战便战，正好借此试探一下自己与圣人之间的差距。就在我战意升腾之际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，检测到宿主遭受圣人威胁，系统发布任务，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踏出幽冥，大战准提道人，重振麒麟一族威严，为麒麟一族出示铺路，可获得混沌护身符，可承受圣人3次致命攻击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留在幽冥前修，给后土圣人庇护，可获得后天灵宝幽冥长弓。有系统在身，简直无敌。我刚打算舍弃这具分身，与准提拼死一战，系统便送上厚礼，这混沌护身符竟能抵挡圣人3次致命攻击，还有何惧？放手一搏便是。想到这里，我浑身杀机毕露。一旁的后土娘娘与昊天见状大惊，这家伙莫不是疯了，竟真要去送死不成？麒麟老祖，圣人手段绝非我们所能抗衡，在幽冥之地有后土圣人庇护，足以避火，没必要以身犯险，与圣人硬碰硬。昊天连忙劝道：不错，在这幽冥之中，纵使西方2圣联手，也带不走你。方才准提道人临走前，明显是在激你若此刻出去，便中了他的奸计。后土娘娘也开口提醒，他们的好意我心中了然，但我在深渊之地蛰伏多年，今日方才出世，若是被准提道人一下便退缩，日后还有何颜面行走洪荒？此战非打不可，我要借此机会让整个洪荒都知道，我麒麟一族绝非软柿子，上古能称霸洪荒，如今也绝不会任人欺凌。若是此次选择龟缩幽冥，日后麒麟一族现世，各方势力便会毫无顾忌，破鼓万人锤，届时麒麟一族的下场不堪设想。我明白二位的好意，但我麒麟一族避世多年，怕是很多人都已忘记，觉得我们软弱可欺。我们避世并非贪生怕死，而是只想天道循环，不可违逆大事。但此番出事，我身为麒麟老祖，却遭西方教欺辱，纵使面对圣人，我亦要战。此事关乎麒麟一族的荣辱，纵使血洒洪荒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我沉声说道。说罢，踏出幽冥之前，我特意叮嘱谛听几句：你现在代表麒麟一族，替后土圣人镇守幽冥，好生运转18层地狱，无需担心我，老祖定能安然归来。过些时日，我会再派族人前来相助，此地之事由你做主，若有拿捏不准的，可托人传信于我，或是请教后土圣人。交代完毕，我径直离开幽冥之地。洪荒大地之上，准提道人正坐在幽冥入口处，闭目参禅，他身后立着一株七宝妙树，此树乃是准提道人的正道至宝，威能无穷，手持此树号称无物不刷，全称为七宝妙刷树。洪荒之中精通5色神光的巅峰准圣孔宣，在这宝树面前，非但没能收走此宝，反倒被刷走2件法宝。早年准提道人对战通天教主时，也曾用此树打烂通天的诸多法宝，端的是厉害无比。我现身的刹那，准提道人猛然睁眼，满脸的难以置信，这麒麟老祖竟如此硬气，明知他在外面守着，还敢出来。准提道人莫以为正道成圣便可凌驾众生之上，须知天道昭昭，你们西方教不是常说因果循环吗？你这般行事，就不怕他日因果缠身，报应不爽我直言治我？话音未落，准提道人已然出手，单手一挥，五指如5月压顶般落下。这是西方教的一门强横神通，我不再多言，催动混沌神火掌，将体内5种本源神火汇聚一处，施展出最强手段。砰砰砰！初次交锋，我竟顶住了准提道人的攻击，双方平分秋色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方才准提并未出全力镇压一位准圣，根本不值得他动用舞台。此时的准提道人心中亦是惊讶不已，这麒麟斩路的手段竟有如此强横的战力，看来不动真格，怕是难以拿下的。掌中佛国，准提道人单手探出，掌影遮天蔽日，朝着我狠狠压来。他乃是正道圣人，若是连一个准圣都拿不下，岂不是要沦为洪荒笑柄？这一击威力无穷，我施展出混沌神火掌与混沌焚天指，方才勉强接下。见这一击又被我挡下，准提道人又气又恼，怒火中烧。这麒麟怎会如此强悍？不入圣人之境，众生皆为蝼蚁。纵使是准圣巅峰，在圣人眼中也不过是稍强的蝼蚁，随手便可镇压。可今日之事却超出了他的预料，他心中愈发急躁。此番交手动静极大，3界强者的目光早已汇聚于此，三清、女娲皆在暗中观望。若是拿不下我，西方教的颜面便要丢尽了。来啊，再战！我气血冲霄，放声怒吼。无论准提施展出何种手段，我半步不退，浑身火焰翻腾，5行气息萦绕周身，威严赫赫。数次交锋之下，我身上的混沌护身符已然出现一道裂痕，若非有此宝护身，我怕是早已身受重伤。这便是我与圣人之间的差距。不过我也不算吃亏，神火焚烧之下，准提道人虽未受伤，却也略显狼狈，仅凭这一点便足以让我扬名洪荒。这一日，洪荒各方强者皆记住了我的名字，麒麟一族并未消亡，麒麟老祖尚能一战。此时幽冥之地的昊天玉帝亦是连连感叹，幸好先前选择力挺麒麟老祖，他心中愈发笃定，此战过后，若麒麟老祖不死，定要与他拉近关系，这对天庭的发展定然大有裨益。洪荒大地上，我与准提道人激战不休，准圣巅峰对战正道圣人，这乃是洪荒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场面，战况之壮观，令暗中观战的强者无不侧目，甚至许多后世诞生的生灵对麒麟一族知之甚少。当即有知晓内情的强者出声解释，麒麟一族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这一族的年头也太短了。这么说吧，麒麟一族乃是上古霸主，当年与龙族、凤凰一族争霸洪荒时，巫族的12祖巫根本不敢与之抗衡，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这可是极为古老的种族，他们争夺洪荒气运之时，红军道祖都还未曾正道。那个年代，准圣
胜巅峰便是洪荒的天花板战力。麒麟一族当年的准胜强者，少说也有数十位。当然，岁月太过久远，此事已无从考证。但这一族的强大毋庸置疑。是啊，我也略知一二。当年龙汉出劫，传闻凤凰一族与麒麟一族尽数绝迹，唯有深藏无量海域的龙族幸存少许幼龙。万万没想到，麒麟一族并未全灭，竟还有这般老祖在世。不知除了这位老祖，是否还有其他麒麟存活？若是麒麟一族强者众多，选择出世，我妖族定有机会再度崛起。若真是如此，我第一个前去投奔。瞧瞧我们如今的处境，巫妖大战之后，妖族日渐式微，活得实在太憋屈了。幸存的强者寥寥无几，一位位有实力的妖族纷纷从藏身的山川江河中走出，远远观望战局，三五成群，议论纷纷。如今的洪荒乃是人族当兴的时代，妖族在诸多部洲已无立足之地，只能隐匿于偏僻之处，生怕与人族起冲突。如今的人族有多位圣人庇护，但凡有妖族敢对人族出手，下场必将凄惨无比。此时与准提道人激战的我，施展出一门全新的神通——混沌天妖拳。我一拳轰出，威能浩荡无边，靠近战场的强者无不心惊胆战。这拳法的力量实在太过霸道，所过之处山脉崩塌，江河断流。准提道人久攻不下，心中恼怒至极。远在西方须弥山的接引道人不禁叹息，方才的大战他一直暗中关注，万万没想到这麒麟老祖的手段竟如此通天，在他师弟的攻势下竟能支撑如此之久。这般逆天的资质，要么为西方教掌控，要么便趁早灭杀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接引道人端坐于12品功德金莲上，身影渐渐变得模糊。洪荒中心地带幽冥入口处，接引道人的身影缓缓显现，这是圣人独有的神通万里之遥，一念即至。接引道人的出现令洪荒诸多强者无不露出鄙夷之色，这分明是恃强凌弱，两位圣人竟要联手对付一位准圣。接引道人现身的瞬间，我便心生感应，不再拖延，施展出最后的底牌神通混沌五行遁术。这具分身毕竟有着准圣巅峰的修为，若是被灭，未免太过可惜。施展混沌五行遁术后，我径直朝着深渊之地遁去。正在与我激战的准提道人以及刚赶到的接引道人，皆是一脸错愕，这是什么遁术，竟能在他们圣人的眼皮底下逃遁？不过我与准提道人交战良久，早已结下因果，二人最擅长因果之道，稍加推算，便知晓了我的去向，当即朝着我遁走的方向追去。此时深渊之地的我本尊已然召集了5方圣兽以及深渊之中的所有麒麟族人。如今的麒麟一族已有70余万族人，修为尽皆在玄仙以上，大罗金仙亦有不少，金仙更是数不胜数。这般力量虽在圣人面前不值一提，但用来对外展示实力已是绰绰有余。深渊之地外，我的分身正朝着10万大山疾驰，可在圣人的追踪下，终究未能进入深渊，便被二人以神通逼出。分身身上的混沌护身符再添一道裂痕，这已是第2次抵挡圣人的攻击。见我在这般攻势下依旧毫发无伤，西方2圣皆是震惊无比。怎么回事？方才他们打出的神通威力极强，纵使其他圣人被击中，怕是也要吃些苦头。可这麒麟老祖竟安然无恙，气息毫无波动，实在是怪事。难道麒麟一族天生肉身强横？这也说不通啊！他们师兄弟2人亦是先天生灵，与原始麒麟同一时代。麒麟一族上古虽强势崛起，但那是气运使然，论肉身强度并非多么出众。但此刻并非纠结此事之时，只要擒下这麒麟，若是能成功度化，他身上的秘密自然会水落石出。我的分身被2圣拦下之际，远在10万大山的深渊之中，突然响起一道震天怒吼，这吼声响彻整个洪荒，却无半分肃杀之气，唯有一股无上威慑。这是深渊之地70余万麒麟一同施展万兽震天吼的威力。我特意嘱咐他们不可附带攻击效果，否则这一吼之下，不知会有多少生灵丧命。这般因果，麒麟一族承担不起。随即深渊之中的我本尊传音洪荒，我麒麟一族方才出世，便遭西方圣人围杀，莫非是欺我麒麟一族无人不成？我麒麟一族从上古传承至今，亦有镇族之法，还请2位圣人莫要赶尽杀绝，莫要逼得我等鱼死网破。若此次围杀导致我麒麟族人身陨，我麒麟一族在此向天道立誓，必将与西方教不死不休，大不了再先一场洪荒结束。我麒麟一族幸存至今早已活够，能拉2位圣人入劫便足矣。我本尊的话音传遍洪荒，诸多强者无不震动，尤其是修为高深之辈，更能体会麒麟一族的底蕴。方才三清曾以神识扫视10万大山的深渊之地，却被一道无形屏障阻拦。没错，圣人的神念竟被挡住了，这意味着这片地狱乃是一处无上道场，能立下如此道场之人，实力该有多强横？难不成麒麟一族亦有圣人在世？不对，若麒麟一族有圣人出世，洪荒不可能毫无察觉。这些年从未有圣人成道的异象显现，可若无圣人，这道场又是如何形成？竟能阻拦圣人神念，实在是逆天至极。一时间，几位正道圣人皆陷入了疑惑之中。刚拦下我分身的西方2圣亦是满脸错愕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麒麟一族还有隐藏的强者？方才传音之人修为似乎与眼前这麒麟不相上下，他们已然知晓麒麟一族的隐世之地，可神念扫视之下，竟无法窥探分毫。2圣心中不禁生出忌惮，他们创建西方教初衷是为了正道成圣，如今继续发展却是为了积累气运。成圣之后，若想更上一层楼，唯有踏入混沌世界。混沌世界凶险万分，唯有气运昌盛之辈，方能减少危机。因此，为了灭杀一尊麒麟而泄愤，从而激怒一个底蕴不明的麒麟一族，
族，实在得不偿失。纵使他们身为圣人，不惧威胁，可若麒麟一族不顾一切，四处袭杀西方教弟子，也足够他们头疼不已。这般局面只会让道教三清坐收渔翁之利。想到此处，接引道人当即让开一条道路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，朗声笑道：“哈哈哈，麒麟老祖，你们怕是误会了，我二人绝无加害之意，只是觉得与贵族有缘，想请这位道友前往西方极乐净土做客罢了。你们若是不愿，我二人这就离去。你我皆是从上古活下来的故人，何必为些许小事伤了和气？”听到这话，我一脸无语，这脸皮未免太厚了些。罢了，如今还不是翻脸的时候，待我实力大成，正道成圣之后，定要让这二位好好领教我的手段。这笔账先记下了，日后必百倍奉还。此时，洪荒各地观战的诸多强者，神色皆是变幻不定，尤其是对西方二圣，更是有了全新的认知。这二位当真是能屈能伸，他们可都是正道圣人啊！对此，西方二圣毫不在意。从上古到如今，他们一路隐忍而来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小事不过是毛毛雨罢了。西方二圣让开道路后，我的分身径直朝着深渊之地而去。此时的我心中多少有些后怕，本尊在深渊之地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，麒麟一族的真正实力，我岂会不知？这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的权宜之计。本尊如今还未到出世之时，起码要苟到正道成圣，甚至超越圣人之境，才会考虑走出深渊。届时放眼洪荒，谁能与我争锋，定能一拳一个所谓的圣人。我的分身回到深渊之后，洪荒各方势力的目光尽数聚焦于此。10万大山，深渊之地，这本是洪荒的偏僻之所，灵气稀薄，远离洪荒中心地带，寻常绝无强者踏足。谁能想到，这里竟是麒麟一族的隐士之地，更有一处从上古传承至今的无上道场。转眼数月过去，深渊之地外陆续有妖族聚集而来，这些妖族不敢贸然闯入深渊，只是在10万大山中低调落户。他们都在等待时机，想要投奔麒麟一族。毕竟麒麟一族乃是上古妖族的霸主，如今更是能与圣人争锋，这般底蕴绝非寻常势力可比。妖族在洪荒已然示威，群龙无首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这些年虽有几位妖族强者崭露头角，比如北距泸州的妖师鲲鹏，可他在巫妖大战中暗算妖皇，为妖族所不齿，诸多妖族不愿与之为伍。还有几位上古幸存的妖族异兽，修为达到大罗金仙巅峰，有心重聚妖族，可他们一来修为不足，二来缺乏引领妖族的资格。麒麟一族则截然不同，无论何种妖族，何种血脉传承，皆无法与麒麟一族相提并论。后世许多新生妖族，甚至从未见过麒麟的真容。纵使有些传承有序的妖族，族中强者坐镇，与麒麟一族相比，亦是天差地别。更有个别种族，上古时便是麒麟一族的附属，曾为麒麟一族征战四方，那是妖族的无上荣光。投奔麒麟一族有何丢人的？没看见西方二圣都选择妥协了吗？他们可是正道圣人，尚且不顾脸面，他们这些小妖又有何顾虑？随着各方妖族聚集，原本荒凉的10万大山渐渐变得热闹起来。与此同时，深渊之地的我再次收到系统提示音：丁，洪荒无数妖族聚集10万大山，妖气冲天，若放任不管，恐生祸端。是否选择创建万妖国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混沌五行之气星号1；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万里江河图。触发新任务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有意思，创建万妖国，这万妖国我倒是有所耳闻，西游时期曾被提及，只是那时的万妖国早已衰弱不堪，万万没想到，如今竟要由我来创建。看到系统奖励一缕混沌五行之气，我志在必得，多收集与五行大道相关的圣物，日后正道方能有十足的把握。选择接受任务后，一缕混沌五行之气便出现在我手中，我当即召集5方圣兽，尔等皆为圣兽之身。昔日让你们镇守深渊，是为磨砺心性，今日吾欲创立万妖国，收拢天下妖族，让妖族在10万大山潜心修炼，不可四处作乱，顺应天道大势。如今人族当兴，妖族生存空间日渐狭小，创建万妖国便是为天下妖族留一条退路，画出一片属于妖族的净土。我的一番话令5方圣兽惊愕不已，惊愕之余更是热血沸腾，这可是为妖族立下不朽功勋的大事。老爷，您的意思是让我等出面创建万妖国吗？心似活络的腾蛇率先开口问道。不错，如今人族当兴，但收拢妖族亦是积累气运之举，此事若成，尔等或有意想不到的机缘。我沉声说道。我所言非虚，谛听创建18层地狱时，天道便降下海量功德，万妖国若是建立，想必也会有功德降临。不过对于这些功德，我并不在意，有系统在身，多完成几次任务，便能收集到正道所需的物品。5方圣兽如今的修为不过是大罗金仙巅峰，纵使手握先天5方旗，也绝非圣人对手，尤其是面对西方二圣，怕是一出手，先天5方旗便会被准提道人刷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因此我有意栽培他们，若是能助他们突破准圣境界，再辅以先天5方旗，即便面对圣人，也能周旋1、2，纵使无法取胜，也不至于轻易落败，这能为我分担不少压力。谨遵老爷法旨。5方圣兽不再多言，手持先天5方旗，踏步走出深渊之地，同时传音10万大山。一时间，10万大山中的妖族纷纷现身，朝着深渊汇聚而来。我等乃5方圣兽，早年便效忠麒麟老祖，近日察觉10万大山聚集诸多妖族同胞，深知诸位来意，现欲创立万妖国，重整洪荒妖族。凡愿加入者，皆为万妖国子民，受我等庇护。入我万妖国者，须在10万大山潜心修炼，不可为非作歹，祸乱四方。我等奉麒麟老祖之命，
顺天应人，欲在这人族当兴的时代，为妖族留存火种，创建一片妖族的容身之地。万妖国创立之后，不参与洪荒争霸，但凡违背此事者，天地共诛，妖族共弃。五方圣兽现身，令10万大山的妖族震惊不已。这5位皆是妖族中的圣兽，外界难得一见，血脉尊贵，实力强横。没想到竟早已效忠麒麟一族，这让在场妖族愈发振奋。麒麟一族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，不仅有准圣老祖，更有5方圣兽辅佐，投奔麒麟一族果然是明智之选。我独角蛮牛愿加入万妖国，效忠麒麟一族。大地黑熊一族现有8000族人，最强者金仙5重，若圣兽不弃，全族愿归顺万妖国，效忠麒麟一族。哈哈哈，你们倒是积极，莫非不把我奔雷狮子一族放在眼里？我族从上古传承至今，昔日便是麒麟一族的附属，今日特来重归麾下。无数妖族纷纷表态，愿意归顺。我虽未走出深渊，却对外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万万没想到，麒麟一族竟在后世再次兴盛起来，颇有几分恢复上古荣光的势头。上古之时，麒麟一族万兽来朝，不过那时统领的只是走兽一族，并非整个妖族。如今投奔而来的妖族有飞禽，有水族，有精怪，只是整体实力略显弱小，在圣人眼中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万妖国创建完成的刹那，10万大山上空祥云汇聚，天降功德，无数妖族表态归顺后，功德金光倾泻而下，5方圣兽受益匪浅，修为从大罗金仙巅峰直接突破至准圣初期。10万大山亦或天道赐福，灵气奔涌，天地灵根破土而出，灵泉汩汩流淌，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竟变成了修炼圣地。修为突破的5方圣兽齐齐朝着深渊之地跪拜，准圣之境啊，他们竟真的踏入了准圣行列，这是天大的造化。这份机缘本应属于麒麟老祖，可他却将其让给了他们，此恩同再造。5方圣兽心中暗暗发誓，此生定当誓死追随麒麟老祖。万妖国创立，天道降下功德，洪荒各方强者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，尤其是9天之上的蛙皇宫，女娲圣人正俯瞰洪荒，脸上露出欣慰之色。她本是妖族，却亲手创造了人族，在妖族与人族之间有着诸多无奈。巫妖大战时，她为了正道成圣，未曾出手相助，无数妖族惨死，兄长伏羲一身陨妖族天庭，被祖巫打爆肉身。纵使成圣后，他重聚伏羲元神，助其转世重修，成为人族，可对妖族的亏欠始终萦绕心头。此刻他感应到妖族的气运，竟生出一丝转机。掐指推算后，方才知晓洪荒大地之上，万妖国已然建立，更获得了天道认可，降下功德。这麒麟一族当真不简单，不仅战力强横，对天道大势的把握亦是精准无比。也好，如此一来，妖族便能多存续一些时日，也算一桩功德。同为妖族，若这一族日后遭遇劫难，我说什么也要出手相助。蛙皇宫中，女娲圣人喃喃自语。天界天庭之上，端坐凌霄宝殿的昊天玉帝，目光同样紧盯着10万大山。见5方圣兽创建万妖国，心中不禁一紧，平白多出这么一方势力，日后管理3界，怕是更加麻烦。万妖国建立后，洪荒各地的妖族纷纷朝着10万大山汇聚。有些妖族本不愿投奔麒麟一族，可万妖国的出现，汇聚了万妖之力，已成妖族第一势力。此时不去投奔，日后怕是再无机会。许多精通神通的妖族，干脆施展搬山之术，将族群的洞府山脉直接迁往10万大山。毕竟多年经营的洞府，弃之可惜。更有传言，仙道的妖族已在万妖国登记领地，日后不可强抢，否则会被驱逐甚至镇压。因此，来晚的妖族干脆直接搬山而来。没过多久，10万大山便扩张成了100万大山，深渊之地居于100万大山中心，如众星捧月一般。见此情形，昊天玉帝终究坐不住，他好歹是3界至尊，此事必须前去一探究竟。正好借机找麒麟老祖商谈创建幽冥地府的事宜。不久后，昊天玉帝便来到深渊之外。他身为3界至尊，道祖座下昔日道童，亦有准圣修为，可站在深渊之外，却能感受到此地道场的恐怖威压，不仅能阻挡神念窥探，更有着无上防御之力，恐怕唯有圣人方能撼动此地。对于昊天的到来，我并不意外。一道分身随即踏出深渊，立于他面前。昊天殿下，前些时日幽冥一别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，今日怎有空来我深渊之地做客？我笑着寒暄。麒麟老祖，你这几日可真是搅动洪荒风云啊！先是与准提圣人激战，后又让5方圣兽创立万妖国，这般大手笔，连我天庭都自愧不如。昊天玉帝连声说道。听出他话中的忌惮，我心中了然，他是怕麒麟一族做大，日后难以树立天庭的权威。昊天殿下言重了，咱们在幽冥便已说过，要合作共赢。我麒麟一族并无争霸洪荒之心，只求安稳修行，若是喜好征战，也不会蛰伏至今了。天庭如今是不是缺人手？我这里倒是有不少可用之辈，若是殿下不嫌弃，我可陆续派遣一些修炼有成的妖族前往天庭效力，殿下只需赐予相应官职即可。我做事，殿下放心，只要你执掌天庭1日，我麒麟一族便鼎力支持。我的一番话直接堵住了昊天的嘴，尤其是听闻我愿派遣妖族前往天庭效力，昊天更是惊喜万分。他没有听错吧？天庭如今一穷2百，人才凋零，这些年他也曾招揽过妖族强者，可要么被直接拒绝，要么被婉言推脱，他毫无办法。若是真能有一批妖族强者加入天庭，那可真是雪中送炭，天大的好事。只要赐予官职便可嘛，这有何难？天庭如今空缺的官职多的是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，我定当重用。昊天玉帝连忙应道：如此甚好。不过万妖国出力，此刻派人前往天庭，时机尚不成熟。我有一位弟子，乃是土地之精所化，如今已有大罗金仙修为，我觉得可先让他前往天庭历练一番。我说道。昊天玉帝闻言顿时激动起来，大罗金仙修为，这自然是极好的，只是他愿意前往天庭吗？
吗？这些年天庭成立以来，他还从未招揽到一位大罗金仙强者。麒麟老祖一开口便是大罗金仙，实在是够义气。我的弟子自然愿意。那就好，这般修为断不可屈才。容我想想，给他封个什么官职合适？定然不能太低，否则岂不是辜负了麒麟老祖的心意？昊天连声说道：“昊天殿下，我这弟子乃是土地之精，擅长土行之术，不知殿下是否有意设立土地正神一职，让他统管3界土地，下辖各方土地小神。如此一来，洪荒大地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殿下的耳目。同时，咱们不是要创建幽冥地府吗？有了土地正神，洪荒之中的无主亡魂便能被各方土地监控，及时反馈给地府，勾魂使者便可精准缉拿，轮回秩序也会更加井然。”听到我的提议，昊天眼前一亮，设立土地正神一职，他早有想法，只是天庭如今百废待兴，无暇顾及。如今被我提及，他顿时来了兴致。不过他贵为3界至尊，玉皇大帝，自然明白答应此事无异于助长麒麟一族的势力。说什么洪荒动静逃不过他的耳目，可土地正神乃是麒麟老祖的弟子，一旦有大事发生，岂会不先禀报麒麟老祖？而且只要他点头应允，麒麟老祖的弟子便能名正言顺地入驻各方地界。纵使是正道圣人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毕竟天庭重立乃是道祖的旨意，洪荒圣人皆是道祖门下，这点面子还是要给。虽说看透了我的用意，但只要对天庭树立权威有利，便值得一试。若是其他势力有异议，大可也派遣人手加入天庭。他昊天绝对一视同仁，绝不偏袒。想到此处，昊天释然了，连忙说道：“此事可行，那就请麒麟老祖换你弟子出来意见，我这便下旨册封，赐予仙级官职。”见昊天答应，我意念一动，将深渊之中的巨留孙召至面前。巨留孙现身之后，我开口说道：“巨留孙，这位便是3界至尊昊天玉帝，我已在玉帝面前举荐你，让你前往天庭效力，担任3界土地正神，统管各方土地，你可愿意？”巨留孙虽不知我的用意，但对我的安排向来言听计从，当即点头应下。好，巨留孙听旨，朕乃天庭昊天玉帝，今册封你为土地正神，位居一品仙官，3界之内凡有土地之处，皆归你管辖，你可自行招收土地小神，授予官职，无需再禀报朕。切记，3界之内任何土地皆归你管理，包括天庭蟠桃园以及各方强者的洞府院落，无需畏惧。若是惹出麻烦，自有天庭为你撑腰。你可明白？昊天玉帝威严地说道。听到这番话，巨留孙顿时明白，这差事责任重大，稍有不慎便会得罪无数强者。但此事若成，他将成为3界消息最灵通之人。获得昊天玉帝册封后，巨留孙正式拥有了天庭仙职，昊天还赐予他一枚土地正神印玺，作为身份象征。他如今已是天庭命官，执掌3界土地权柄。不过摆在他面前的困难也是巨大的。洪荒3界何其辽阔，想要掌控所有土地，需要多少人手？仅凭他一人，纵使有大罗金仙修为，凭借土行之术，也只能掌控方圆数万里之地。因此，他必须招募足够的人手，才能逐步布局整个洪荒。对此，我并不担心。事在人为，天庭刚重立不久，百废待兴，巨留孙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善这一切。巨留孙本就是身负大气运之人，这点事情定然能够办妥。册封完巨留孙，昊天玉帝的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，轻声说道：“麒麟老祖今日所言之事，一言为定。天庭如今急缺人手，只要有合适的人才，你尽管举荐，我昊天绝不亏待。我昊天最重情义，如今洪荒各方势力皆不愿派遣弟子加入天庭，可道祖命我执掌天庭，管理3界，实在是为难啊。你放心，今日你助我，日后你麒麟一族乃至万妖国若有危难，我定当倾力相助。”听到昊天的话，我眼中金光一闪，有意思。这位天庭之主，3界至尊，如今看似孤掌难鸣，可到了后世却是群仙朝拜，权势滔天。尤其是日后的封神大劫，天庭更是收获巨大，各方势力战死之人皆入封神榜，最终归于天庭，成为天神。如今各方势力皆看不上天庭，可日后天庭的诸多职位却是挤破头也难求。而现在这些职位近在我眼前，只要开口便能安插自己人，更能让昊天玉帝铭记这份情谊，简直是一举两得的美事。昊天殿下放心，天庭之事我定会放在心上，只要有合适的人选，必定举荐给殿下，让他们为天庭效力。我麒麟一族早已没了昔日的争霸之心，这么多年来见惯了洪荒沉浮，早已看淡一切。殿下不必对我们有所提防，日后若是天庭大局已定，无需妖族效力，大可让他们重返万妖国，继续清修。我语气诚恳地说道。这番话令昊天玉帝心中感激不已，他与我相识不过数日，却有种惺惺相惜、相见恨晚之感。我昊天绝非过河拆桥之人，麒麟老祖放心，只要我执掌天庭一日，你麒麟一族的事便是我的事。日后若西方2圣再敢为难你，我定当出面调解。我跟随道祖多年，与他们也算相识，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。哎，若非道祖闭关不出，我真想带你前去紫霄宫拜见。凭你的修为神通，说不定能成为道祖弟子。若真如此，洪荒之中还有谁敢欺辱于你？昊天愤愤不平地说道。见昊天这般态度，我明白他怕是真的将我当做了自己人，这倒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咱们明明只是合作关系，交情还没到这个地步吧？不过也好，与天庭交好，总归是件好事。只是昊天提及红军道祖，我心中不禁生出忌惮。我敢与准提道人动手，敢与西方2圣叫板，可若是红军道祖现身，我绝不会多说一个字，第一时间便是跑路。红军道祖的算计之深，远超想象，此人不可为友，更不可为敌。我宁愿在深渊之地苟到成圣，甚至超越圣人，也绝不愿拜他为师。
是，一番交谈后，昊天玉帝心满意足地返回天庭。此时33重天外，紫霄宫中，原本沉寂的一尊分身陡然睁开双眼，嘴角竟溢出一丝血迹。自从上古与魔祖大战正道成圣以来，他还从未受过如此重伤。这一次，他的本尊进入混沌世界后，遭到了混沌生物的袭击。别看他在洪荒是至高无上的圣人，可在混沌世界中根本算不上什么强者。杨梅道人、陆压道人，真是没想到，盘古开天之时，你们竟只是在洪荒留下一缕气血分身，本尊竟都藏于混沌世界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们非但没死，实力还强横至此，真是令人唏嘘啊！我当初自混沌闯入洪荒，究竟是对是错？看似在洪荒安稳无比，可这洪荒终究只是一方小世界，修为最高不过圣人，难以再做突破。这方天地只能参悟法则，却无法修炼出属于自己的大道。想要踏入大道之境，唯有进入混沌世界，或是获得足够多的天地奇珍。可混沌世界强者如云，危机四伏，只能寄望于我培养的这些圣人弟子。他们修炼三身之法，可派遣道身前往混沌世界，即便运气不佳，遭遇强敌，损失1-2尊道身，也不会彻底陨落，更有可能从混沌世界带回天地奇珍。只要能获得大量混沌奇珍，或许我真能在洪荒之中突破至大道之境。紫霄宫中的我，目光投向33重天外的混沌虚空，那片苍茫混沌藏着无尽机缘，也遍布致命凶险。这洪荒世界本是盘古开天辟地所创，盘古乃是混沌中的无上大能，唯有这般人物，方能在混沌之中开辟出一方崭新小世界。想要离开洪荒，最直接的路径便是冲破33重天的界限。可此地有我坐镇于此，自从正道成圣，我便常居紫霄宫。这33重天之上，唯有我铸造了道场，其他圣人最多只能在33重天之下开辟洞府，不能让他们知晓太多外界的秘辛。我早已降下法旨，若无钥匙，任何人不得踏足此地。这是我身为众圣之师的无上威严，唯有如此，整个洪荒才能被我牢牢掌控。就在此时，我陡然感应到洪荒之中生出巨大变数，尤其是洪荒气运竟汇聚到了一处原本贫瘠的地狱。我随手一挥，虚空之中浮现出一道晶莹光圈，光圈之内，洪荒大地的万千景象清晰显现。当看到那尊强横的麒麟横空出世，我的眼神骤然一沉。对于麒麟一族，我再熟悉不过，那是真正的上古大能。当年这一族称霸洪荒之时，我尚未正道成圣，可这一族不是早就绝迹了吗？洪荒之中虽还有些许麒麟血脉流传，却都是混血后裔，绝非眼前这般纯正无比的麒麟真血。随着推演不断深入，洪荒近期发生的种种大事进入我眼底，我更是发现这麒麟一族绝非只有一尊老祖存世，似乎还有大批族人隐匿在洪荒某处。先是在幽冥之地创建18层地狱，再与我弟子准提道人激战，非但未被擒获，反而全身而退。最后更是创立万妖国，在洪荒大地汇聚气运，还得到了天道认可。每一件都是足以震动洪荒的大事。我久居紫霄宫闭关，未曾关注下界动静，竟不知短短10日，洪荒已发生如此巨变，这究竟是何缘故？不该如此啊！我曾推演过洪荒的千万种未来走向，麒麟一族本不该在此时现世。难道说这便是超脱天道掌控的艺术？罢了，洪荒之中还无人能威胁到我的地位。眼下本尊在混沌世界遭遇重创，这具分身不宜轻易露面，免得被其他圣人察觉破绽。等本尊从混沌归来，再去这麒麟一族好好探查一番。我低语一声，目光重新落回混沌虚空。而在洪荒大地的深渊之地，我的分身已然回归。见到本尊之后，分身化作一道古朴玉符，重新飞回我的掌心。这混沌分身符果真是无上神物，只要分身未曾被彻底灭杀，我意念一动，便可将其化为玉符收回，待需要之时再重新寄出。就在此刻，系统的声音悄然在我脑海中响起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被红军道祖关注，是否现在走出深渊之地，前往33重天外紫霄宫参拜红军道祖，消减他的敌意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昆仑镜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一株混沌五行草。系统的突然提示让我又惊又喜。惊的是，红军竟然已经留意到我，开始暗中关注我的动向，这也实属正常。我出世10日不长，却搅动了整个洪荒风云，还快速创建出一股强大的妖族势力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也太过耀眼。当初明明说好要低调蛰伏，却还是忍不住崭露头角。若是悄悄出世，不曾闹出这么大动静，也不会引来红军关注。可实力不允许我继续低调。喜的是，看到任务奖励的瞬间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拒绝，将那株混沌五行草收入囊中。这又是一件能助我参悟五行大道的天地奇珍，能让我更快领悟五行法则，早日踏出属于自己的成圣之路。还未等我消化混沌五行草的妙意，系统的任务提示再次响起。丁，人族大兴之势已至，三皇治世的时代来临。天皇伏羲创八卦推演天地，地皇神农尝百草著丹书，人皇轩辕征战四方一统人族。是否选择走出深渊，前去辅佐人族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可获得先天灵宝八宝琉璃瓶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混沌圣火文明之火。看到这次的任务奖励，我不由得心头一震。混沌圣火这名字听着就非同凡响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选择了拒绝。开什么玩笑，分身刚在外界搅动风云，现在又让我亲自出去，实在太过冒险，动作太多，极易引来更多强者的窥探。万妖国看似声势浩大，群妖云集，实则根基浅薄，随便来一尊圣人便能将其覆灭。我需要
继续蛰伏，尽量让自己显得神秘莫测。只有麒麟一族的底细始终不被外人摸清，我们才能拥有足够的发展时间与机会。不然底牌尽出，别说其他圣人，西方二圣定会第一个杀上门来。更何况还有从未与我照面的3清圣人，这3位洪荒大佬至今未曾表露过对我的态度，这无疑是潜藏的巨大隐患。不过这些事情暂时还未发生，我也不必杞人忧天。选定拒绝后，那团混沌圣火、文明之火便落入了我的掌心。当务之急是提升自身实力，唯有实力足够强大，一切阴谋诡计皆是浮云。握住文明之火的刹那，整个深渊之地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这团火焰没有寻常圣火的炽烈耀眼，反而平和温润。火焰悬浮在我掌心，我只觉自身的参悟能力瞬间飙升数倍。这文明之火竟有着逆天的辅助功效。捧着火焰的瞬间，无数玄妙感悟涌入我的脑海。有圣人讲到的真言，有天道运转的轨迹，有规则衍生的奥义，甚至还能看见诸多从未见过的奇异生灵。这是无数文明融合凝聚而成的圣火。掌控了文明之火，我便相当于执掌文明的引路人，能带领身边之人踏入更高层次的文明领域。感受到这般逆天妙用，我当即开始炼化这团圣火。彻底掌控文明之火后，我的修为境界虽未有太大提升，身上却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圣气息。当我立身深渊之地时，此地的万千生灵在修炼之上皆迎来了巨大突破，许多常年卡在瓶颈的族人瞬间便豁然开朗，实在是奇妙无比。借着文明之火的辅助，我取出先前得到的混沌五行之气，还有刚到手的混沌五行草，2件天地奇珍被我尽数炼化，实力顿时暴涨一截。对于五行大道与法则的领悟愈发精深，我隐隐有种预感，若是能再炼化5件以上此类天地奇珍，我便有极大把握突破当前境界，直接正道成圣，踏入那至高无上的圣人之境。转眼之间，数百年光阴流逝，百万大山之中，巨流孙正四处寻访土地精怪。这数百年来，他已收拢了数千位土地精怪，有的是吸收日月精华，开启灵智化形的土地之力，有的是汇聚山川地脉之气，给天地机缘化形的地灵。这些土地精怪皆擅长土行之术，虽然修为远不及巨流孙，却足以胜任一方土地的管理之职。为此，巨流孙效仿天庭体制，对他们进行了册封，让他们成为一方土地正神，纳入天庭仙籍。这些新晋的土地神先被安排在百万大山周边任职，一来让他们熟悉职责，二来也可试探洪荒各方的反应。若是一切顺利，再逐步将土地神体系向着整个洪荒推进。不止巨流孙这边进展神速，幽冥之地亦是一片欣欣向荣。地听坐镇18层地狱，招收了大批得力手下，不少洪荒强者身陨之后魂魄不散，依旧保留着不俗实力。这般人物最适合在幽冥之地效力。地听派遣他们进入洪荒大地，缉拿那些不愿转世的游魂野鬼。这数百年来，幽冥之地更是建起了一座座巍峨殿宇，这些殿宇便是地府的核心所在。我早已与昊天玉帝商议妥当，地府归天庭管辖，将设10殿阎罗坐镇幽冥，掌管6道轮回的转世事宜，但绝不干涉3界的其他事务，职权划分得一清二楚。只是这10殿阎罗的人选至今尚未确定，天庭无人可用，我这边也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。万妖国看似势大，群妖云集，实则妖心浮躁，哪些妖族值得信任，哪些妖族有潜力重点栽培，我还需要时间慢慢观察与筛选。就在此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，百万大山边境发现巫族踪迹，巫族后裔刑天正被人族5帝之首皇帝追杀，是否选择走出深渊出手救助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走出深渊救助刑天，可获得先天灵宝天阴神剑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混沌五行石。刑天，深渊之地中正在修炼的我猛然睁开双眼，系统的提示声让我瞬间清醒，尤其是听到刑天的名字，我顿时来了兴致。作为后世之人，我对刑天的事迹可谓耳熟能详。他是巫族遗留在洪荒大地的后裔，天生拥有大巫之姿，战力更是举世无双。若是生在巫族大兴的时代，定会被12祖巫重点培养，成为巫族的中流砥柱。可如今巫族已然衰落，当初幸存的巫族族人大多跟随后土进入幽冥之地，仍愿留在洪荒大地，皆是性格孤傲、不甘屈服之辈。他们一心想要重振巫族荣光，还在洪荒各处默默发展。奈何人族当心，大事不可逆，这些巫族之人终究是无力回天。刑天与人族的大战吃了大亏，后世有载，刑天最终战败，被皇帝斩下头颅。但巫族一脉肉身强横无双，即便头颅被斩，依旧不死。皇帝将他的头颅镇压在长阳山下，让他尸首无法相聚，永世沉沦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轻叹一声，也想起了幽冥之地的后土娘娘。当初我在幽冥与她达成合作，她默许我创建18层地狱，还同意我与天庭联手共建地府秩序。如今遇见巫族后人落难，我心中难免生出几分怜悯。更何况刑天身负大巫之资，在巫族如此衰落的时代，能出现这样一位人物，实属难得。若是能将他救下，无论他是否愿意留在深渊之地，还是日后送往幽冥交给后土娘娘处置，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极为有利的事情。大巫之资，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与机缘，未来有望突破至准圣境界，成为一尊战力无双的巫族战将。想当年，巫族之所以能压着妖族打，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这一族天生善战，战力远超同阶。这可不是空口吹嘘。心念电转之间，我已然做出决定，我要救下刑天，但不是亲自出手。为了获得任务奖励，我选择拒绝任务，先将那枚混沌五行石收入囊中。随后，我换来了弟子火麒麟，这小家伙从上古便跟随在我身边，如今已是大罗金仙第8重的修为，看这势头，要不了多久便能突破至大罗金仙巅峰，届时便拥有了冲击准圣境界的资格。不二，百万大山边境有一位巫族之人闯入，你速去将他带回来，切记不可让他再受半点伤势。另外，我有一件麒麟一族的至宝，今日便传给你，此物乃是先天灵宝麒麟印，也是我族的镇族之物。手持麒麟印，洪荒之中所有麒麟
皆要听你调遣，所以你必须尽快提升自身实力与心境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带领我麒麟一族真正发展壮大。我麒麟一族不能只靠我一人支撑，你们这些后辈才是族群未来的希望。只有你们快速崛起，我族才能在这洪荒之中真正立足，自在无忧。在交代任务之前，我先对他说了几句勉励之语，将这些道理细细讲完，我便将麒麟印取出，赐给了他。这麒麟印乃是初代麒麟的随身至宝，名副其实的镇族之物。如今我手中先天灵宝众多，甚至连先天至宝都有2件，这麒麟印留在我手中也派不上太大用场，不如赐给弟子，助他快速成长。接过麒麟印的瞬间，火麒麟眼神坚定，双目泛红，语气无比诚恳地说道：“师尊，您放心，这么多年来，弟子深知麒麟一族存续不易，若不是有您庇护，我族在上古大劫时便已彻底覆灭。您肩上的担子太重了，徒儿定当刻苦修炼，早日能为师尊分担压力。”看到这一幕，我知道这几句勉励之语已然起到了作用。不过话说到这里便足够了，不能再过多说讲。我当即吩咐火麒麟立刻动身前去救人，免得去晚了一步，刑天真的被皇帝斩下头颅，那可就悔之晚矣。百万大山边境，身形魁梧的刑天手持巨斧，正与一位身披黄袍的人族强者激战。二人所过之处，山岳崩塌，江河断流，大地满目疮痍。手持巨斧的刑天气血奔腾如潮，一斧劈出便有万钧之力。可与他交战的人族强者手段更为高强，一路穷追猛打。刑天已然身受重伤，只能拼死向着百万大山方向退走。那身披黄袍之人正是人族5帝之首皇帝。3皇已逝，5帝现世，人族的底蕴已然变得无比雄厚。3位人皇尽皆拥有准圣修为，而后起的5帝也都是顶尖的大罗金仙强者。这般实力在洪荒之中已然算得上一方豪强，更何况人族身后还有数位圣人暗中扶持，人族已然彻底崛起。巫族这种已然衰落的种族根本无力与之抗衡，洪荒大势不可逆改。刑天拼尽全力朝着百万大山狂奔，眼看就要踏入地界，皇帝驾驭着一辆金龙战车紧追不舍。他是要在刑天进入百万大山之前将其斩杀，毕竟这百万大山乃是妖族的地盘。虽说如今人族当心占据了洪荒大半的仙山灵地，几乎称得上是人族的天下，可这百万大山却是个例外。这里是群妖聚集之地，更是麒麟一族的隐士之所，万万不可轻易踏足，否则极易挑起人族与妖族的大战，引发无边祸乱。尤其是当年人族3皇曾立下旨意，人族可以征战洪荒任何地域，唯独百万大山不可涉足，这是妖族的最后底线，更是得到了天道认可，不容逾越。刑天小儿，你逃不掉的。怎么看你这般模样，是想逃进百万大山吗？皇帝的声音带着凛冽杀意，响彻天地。这百万大山乃是妖族地界，你们巫族与妖族乃是不死不休的世仇。当年巫妖大战，双方死伤无数，仇恨早已深入骨髓。你敢踏入妖族地盘，只会死得更惨。听到这话，刑天心中何尝不知，巫妖之争乃是血海深仇。当年巫妖大战，祖巫陨落大半，妖皇血染天庭。纵使岁月流逝，这仇恨也从未被磨灭分毫。可如今他被皇帝追杀，人族势大，背后还有圣人撑腰，一旦落入皇帝手中，绝无生还可能。就算被斩杀，也不会有任何人为他出头。反观妖族，虽然巫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但如今两族皆是江河日下，而人族强势崛起，若是妖族能识得时务，便不会为难于他。毕竟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，这个道理刑天还是懂的。与其落入人族手中身陨道消，不如闯入妖族地界，赌一把生机。想到这里，刑天毅然燃烧精血，速度暴涨数倍，化作一道流光，朝着百万大山疯狂冲去。身后的皇帝见状，驾驭金龙战车，速度再提3分。他绝不愿看到刑天逃入百万大山。一旦刑天踏入妖族地界，他身为人族5帝之首，便会投鼠忌器，难以再出手诛杀。念及此处，皇帝不再留手，祭出了随身的先天灵宝轩辕剑，一剑劈出，一道璀璨剑光撕裂大地，画出万丈沟壑，杀机密布，威势惊天动地。刑天本已是强弩之末，这一剑落下，定然会身受重创，甚至可能被皇帝当场镇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枚金光璀璨的大印突然从百万大山中激射而出，印身上一尊栩栩如生的麒麟虚影浮现。大印与剑光碰撞的刹那，麒麟虚影张口一吞，竟将那道凌厉剑光尽数吞噬。随即一声震天咆哮，恐怖的威压席卷四方。紧接着一道强横的气息降临，火麒麟的身影赫然出现在战场之上，那枚大印也重新飞回了他的掌心。皇帝，此地乃是我妖族万妖国的地界，也是我麒麟一族的清修之所。火麒麟声如洪钟，响彻四方。我家老祖早已算到，今日有一位有缘人至此，特命我前来接应，还请皇帝殿下速速离去。这巫族之人乃是我人族的死敌。皇帝站在金龙战车上，沉声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怒意，还请麒麟一族不要插手此事，免得破坏了两族的和睦关系。此人乃是巫族后裔，天生神勇无双，万不可让他成长起来，否则不仅是我人族的大患，对你们妖族乃至你们麒麟一族也绝非好事。巫族生性好战，嗜杀成性，昔日巫妖大劫，妖族无数前辈大能皆陨落在巫族手中。今日我斩杀此僚，你们妖族非但不会沾染半点因果，还能除去心腹大患，这岂非两全其美？皇帝的语气平和了几分，若是换作其他妖族，他断然不会如此客气，但面对麒麟一族，他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。这一族的底蕴绝非寻常势力可比，我家老祖有令，此人与我族有缘，还请皇帝殿下网开一面。火麒麟挡在皇帝身前，寸步不让，我今日必须带他回去，向老祖复命。我想皇帝殿下不会为难我吧？听到火麒麟的话，皇帝顿时勃然大怒，他乃是人族5帝之首，这些年征战四方，斩杀了无数巫族余孽，也诛灭了不少妖族散修，为人族打下了大片疆土，如今竟被一只麒麟如此阻拦。哼，你这麒麟真是不知好歹！皇帝眼神一眯，身上
上的帝王之气瞬间爆发开来，双眼之中杀意翻腾。我已是好言相劝，你非要护着这巫族余孽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此地还未踏入百万大山，并非你们万妖国的地界，你执意阻拦，就不怕我连你一起诛杀吗？一起诛杀！听到这话，火麒麟反而笑了起来。虽然皇帝已是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，比他高出一筹，但他从上古便跟随在我身边，学得了无数神通秘法，这些年来更是炼化了深渊之地的地火本，只需意念一动，便能引动一方地火，焚山逐海。更何况他如今还执掌着先天灵宝麒麟翼，综合实力丝毫不惧皇帝。我自上古时期便已诞生，虽然修为提升缓慢，但自信还有几分自保之力。火麒麟语气淡然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傲气。你想要杀我，恐怕还没有这个本事。在我眼中，你终究不过是一介后辈罢了。这么多年跟随在我身边，即便未曾沾染龙气，也早已养出了一身睥睨天下的威严。皇帝若是执意要战，那便战上一场又何妨？话音落下，火麒麟转头看向刑天，声音柔和了几分。巫族小子，你先进入百万大山，我家老祖已知晓你的情况，入了山界便无人敢再为难你，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便是。浑身浴血的刑天听到这话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眉头一挑，不再犹豫，转身便朝着百万大山深处奔去。眼见刑天踏入百万大山地界，站在金龙战车上的皇帝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无奈之色。他能清晰感应到，眼前这只麒麟绝非一羽之辈，底蕴之深厚，远超他的想象。而且这麒麟一族从上古传承至今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他的确不敢轻易与之翻脸。更何况三皇早有旨意，不可主动与妖族发生大规模冲突，尤其是这百万大山乃是妖族最后的容身之地，若是他执意出手，只会落得个失道寡助的下场，实在得不偿失。思索片刻，皇帝不再停留，收起轩辕剑，驾驭金龙战车，头也不回的离去。而当刑天踏入百万大山的瞬间，远在深渊之地的我直接施展神通，一掌隔空射物，将刑天射入了深渊之中。此刻刑天正恭恭敬敬地站在我面前，我缓缓睁开双眼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四方。巫族之人，刑天，我淡淡开口，声音平静无波。刑天浑身一颤，连忙单膝跪地，恭敬行礼，多谢麒麟老祖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刑天没齿难忘。我虽为妖族，但当年巫妖大战，我麒麟一脉并未卷入其中。我缓缓说道，语气依旧平淡，所以我与你们巫族并无仇怨，你不必如此紧张。我救下你，一是因为你身负巫族气运，二是因为我与你们巫族的后土圣人有些交情，今日见他巫族后裔有难，出手相助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说到这里，我微微顿了顿，目光直视着他，继续说道，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，留在我深渊之地潜修，机缘未到之前不得擅自出使；第二，我可以派人送你前往幽冥之地。你们巫族族人如今皆隐于幽冥之中，那里虽然修炼环境不佳，但有后土圣人坐镇，无人敢欺辱你们巫族之人。老祖，我不愿去幽冥之地。刑天抬起头，眼神无比坚定。这些年来，一直有幽冥巫族前来寻我，想带我退守幽冥，可我不愿前往幽冥之地，灵气稀薄，根本无法快速提升修为。我要变强，所以我选择留在老祖身边。他顿了顿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甘与怨恨。但是老祖，我心中有恨，人族险些将我斩杀，我想修炼有成之后出世报仇雪恨。痴儿！我冷哼一声，声音陡然变得严厉起来。我问你，你变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难道仅仅是为了报仇雪恨吗？你选择留在洪荒，不愿退隐幽冥，难道不是为了让巫族重新崛起于洪荒大地吗？个人荣辱与种族延续，孰轻孰重，你分不清楚吗？我眼神锐利如刀，直视着他。若是你心中只想着报仇，那我便是就错了人。你可以离开了，我这深渊之地绝不收留心胸狭隘之辈。我麒麟一族上古之时的声势不比你巫族弱吧？可经历上古大劫之后，我族依旧能延续至今，而你巫族呢？若不是后土圣人已身化轮回，为你们巫族留下一线生机，恐怕如今的洪荒早已没有了巫族的踪迹。成大事者必须能屈能伸，懂得隐忍，只有如此，你才有机会带领巫族重新屹立于洪荒大地。我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，让刑天瞬间清醒过来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撼与醒。原本单膝跪地的他，直接双膝跪倒在地，对着我重重叩首，求老祖收我为徒。刑天愿意留在深渊之地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那个只知死战的巫族刑天，能屈能伸，忍辱负重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只求有朝一日能亲眼看到巫族重新崛起，不必再龟缩于幽冥之地，惶惶度日。看着跪地拜师的刑天，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随即便答应收下他。刑天以勇猛善战闻名于世，如今他不过是大罗金仙初期的修为，所以才会在皇帝手下败走。若是他能突破至大罗金仙巅峰，恐怕败走的便是皇帝了。我可以收下你，但我收徒规矩极严。我注视着刑天，缓缓开口：你暂时只能做我的记名弟子，若是他日能立下功劳，为我麒麟一族，为洪荒大地做出贡献，我再将你收为真传弟子。伏在地上的刑天没有丝毫犹豫，连忙叩首谢恩。弟子刑天谢老祖收留，无论记名还是真传，弟子都心甘情愿，只求老祖能给我一个拜师学艺的机会。看到这里，我再次点了点头，随即吩咐他先在深渊之地寻一处清净之地安心修炼。从此刻起，世上再无那个好战嗜杀的刑天，只有一个隐忍蛰伏，立志重振巫族的刑天。收下刑天之后，洪荒大地又平静了数百年。如今的洪荒，人族已然遍布天下，无数妖族要么选择投奔万妖国寻求庇护，要么躲在荒无人烟的山林湖海之中苟延残喘，勉强得以逍遥自在。可随着人族不断发展壮大，
妖族的生存空间被压榨得越来越小。不少没有投奔万妖国的妖族，一旦被人族发现，便会被冠以妖怪之名，遭到人族的喊打喊杀。这让许多妖族根本不敢在人族面前显露真身，即便是迫不得已要露面，也只有那些修为高深的妖族敢化为人形，行走于人族地界。这也逼迫着更多妖族做出选择，要么尽快投奔万妖国，要么有幸被圣人势力看中，得到庇护，要么便找一处隐秘之地潜心修炼，不再过问洪荒世事。这个时代，人族的光芒已然盖过了所有种族。不过这一切，身在深渊之地的我却是了如指掌。我也知道，人族崛起乃是天道大事，势不可挡。作为来自后世的灵魂，看着人族一步步走向强盛，我非但没有丝毫抵触，反而对这一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人族其实是无比弱小的种族，论天赋血脉远不如妖族，论肉身战力更是远远不及巫族。可人族却有着2大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一是繁衍速度极快，二是拥有生生不息的文明传承。这2点是巫妖2族永远无法比拟的，这便是天道对人族的照拂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隐隐有种感觉，自从圣人数量井喷之后，洪荒之中的各大种族诞生强者的概率便越来越低了。我甚至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这洪荒世界所能承载的强者数量其实是有限的。若是任由巫妖2族发展，不断诞生大罗金仙、准圣乃至圣人，恐怕整个洪荒世界的天道都会因此崩溃。而人族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人族天赋参差不齐，寿命不过100年，让这样的种族在洪荒大地繁衍壮大，恰好能让洪荒世界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。否则，若是让巫妖2族继续主宰洪荒，以他们的天赋血脉再诞生大批强者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到那时，洪荒世界便会迎来真正的灭顶之灾。所以，人族崛起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就在此时，洪荒大地之上，风云突变，连续数年，暴雨倾盆而下，江河泛滥，洪水滔天，无数人族聚集地被洪水淹没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可面对这般天灾，洪荒各方势力却都选择袖手旁观。这是人族崛起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劫难，只能靠人族自己解决。而在人族之中，出现了一位名叫大禹的青年，他没有什么强横的修为，却心怀苍生。眼见水患肆虐，当即带领着无数人族百姓奔走四方，治理水患。远在深渊之地的我，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：丁，洪水滔天，洪荒人族大禹心怀苍生，奔走治水。是否选择走出深渊，出手相助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帮助大禹治水，可获得后天灵宝长河剑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可获得洪荒10大名阵之一万里山河大阵。此阵汇聚洪荒大地之气凝聚而成，可困准圣，能挡圣人数10次攻击。同时，阵法之内天地灵气汇聚，在此修炼可事半功倍。看到这里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任务。一枚古朴的阵盘瞬间出现在我的掌心，我随手一挥，阵盘化作一道流光，飞出深渊之地，在百万大山的上空猛然展开。阵法之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覆盖了整片百万大山。百万大山之中，那些修为强横的妖族强者瞬间便感应到了阵法的存在。他们惊喜地发现，万妖国境内凭空多了一道强大阵法，而且这阵法对妖族非但没有敌意，反而有着莫大益处。天地灵气疯狂汇聚，浓郁到了极致，许多卡在修炼瓶颈的妖族瞬间便有了突破的迹象。想必是麒麟老祖参悟出了什么逆天阵法，悄悄布置在了百万大山之中。一位白发妖族老祖抚着胡须，满脸赞叹：不错，我也感应到了，身处阵法之内，修炼速度暴涨数倍，这阵法玄妙无比。麒麟老祖当真是手段通天。另一位身披战甲的妖族强者亦是连连点头：灵犀老祖、天马老祖，你们2位虽有大罗金仙修为，却不懂阵法之道。一位身形妖娆的妖族女子轻笑一声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自得：我盘丝钻研阵法之道数万年，不妨告诉你，咱们这万妖国的大阵玄妙程度超乎想象，纵使是准圣乃至圣人前来，也能抵挡许久。真的假的？这也太逆天了吧！灵犀老祖与天马老祖皆是满脸震惊。3位大罗金仙妖族老祖聚在一起，低声议论着，眼中满是兴奋与敬畏。就在此时，覆盖百万大山的万里山河大阵核心之处，突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混沌之光，一道若有若无的神念从33重天外悄然扫来，却被大阵的屏障狠狠反弹了回去。紫霄宫中正在闭关的红军道祖猛然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不定，他低声自语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难以置信：这阵法竟蕴含着混沌本源的气息，这麒麟一族的底蕴远比我想象的要深厚得多啊！百万大山，深渊之地，刚布置完万里山河大阵的我，将袁弘唤到了面前。这猴子进入深渊已有数百年，从当初的玄仙境界一路苦修，如今已是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性子沉稳，常年镇守深渊门户，毫无怨言，也算是立下了不少功劳。在我看来，他的机缘已经到了。后世的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来历非凡，那本是大禹治水时所用的一根铁柱，因镇水有功，得海量功德加持，这才晋升为后天功德至宝，蕴含着无穷的功德气运。区一根铁柱，尚且能有如此机缘，若是袁弘出世，手持他那件后天至宝铁棍，辅佐大禹治水，岂不是能获得更多的天道功德？说不定这就是他突破准圣境界的契机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再犹豫，对着袁弘沉声吩咐：洪荒大地如今洪水肆虐，苍生流离失所，这是一场劫难，亦是你的机缘。你在深渊蛰伏数百年，也该出世历练了。去吧，前往洪荒大地，寻一个名叫大禹的人族，与他一同治水，切记一定要找到此人。此番若是能平定水患，一定能获得天道功德的垂青。听到我的话，
袁弘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。这些年他性子沉稳了不少，早已没了当年的火爆脾气，出不出事对他而言本无分别。毕竟深渊之地应有尽有，各种蟠桃鲜果、天地灵根，他早就吃了个遍。修为也稳稳达到了大罗金仙巅峰。虽说他炼化了一滴混沌魔元精血，成为了先天生灵，却只是最普通的那种。若无天大机缘，想要突破准圣难如登天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显得这般淡然。谨遵老祖法旨，袁弘没有多言，躬身行礼后，便转身踏出深渊，朝着洪荒深处而去。看着袁弘离去的背影，坐镇深渊的我突然觉得有些无聊，目光投向深渊底部翻腾的地火岩浆，心念一动，径直纵身跃了进去。这地脉之火直通洪荒地底尽头，下方是无边无际的烈焰海洋，可这些火焰对我却毫无威胁。我掌控着数种本源之火，未能远胜此地火，游走其中可谓是游刃有余。这地脉深处，我每隔数千年便会下来一次。下方空间广阔无垠，源源不断的地火滋养之下，孕育出了无数火系法宝与灵物。这些东西对我用处不大，但对族中后辈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修炼助力。而这次下来，除了搜寻新的宝物灵物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试试自己如今的实力能否破开地脉深处的那道壁垒。数千年前，我曾来过此地，却在尽头遇上了一道光照。那光照坚固无比，连我全力一击都无法撼动分毫，根本无从窥探光照之外的景象。这一次，我取出式神枪，数千年间，我炼化了数件五行圣物，实力早已今非昔比，全力一枪轰出。那坚不可摧的光照之上，竟出现了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痕，几缕精纯的混沌之气从裂痕中缓缓溢出。我双眼骤然一睁，心中涌起一阵惊喜，这次居然真的撼动了光照。既然有混沌之气溢出，那就说明光照之外，极有可能就是混沌世界。这光照便是洪荒世界的天然守护屏障，若是能将其破开，说不定我能从此处直接进入混沌。可惊喜过后，我却没有继续出手，还是先苟着吧。洪荒世界我都还没站稳脚跟，谈何踏入混沌？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想要彻底破开光照，根本就是徒劳。与其白费力气，不如先提升修为，再做打算。得了我的指示，袁弘很快便抵达洪荒大陆，踏入了人族地界。数年间，他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正在苦思治水之策的大禹。大禹乃是开明之人，对妖族并无半分轻视。得知袁弘有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，还愿意出手相助，当即大喜过望，拉着他一同商议治水之法。我族人先前治水，多用泥土堵截洪水，虽能解一时之急，却非长久之计。大禹指着洪荒地图，语气恳切地说道：“我观察天下地势，发现西高东低，水往低处流，乃是天道至理。我们可以开凿河道，将洪水引入东海，如此便可永绝水患。”袁弘闻言连连点头，他本就是来蹭功德，自然没有异议。在大禹的指挥与袁弘的协助下，再加上无数人族百姓的齐心协力，浩浩荡荡的治水大业就此展开。听闻大禹治水的壮举，不少人族智者也纷纷前来相助。袁弘跟着大禹走遍了洪荒的穷山僻壤，踏遍了人迹罕至的荒野，最终协助大禹规划出2条大江的河道，只需将天下洪水汇入江河，再引入东海，水患便能彻底平息。治水之法既定，袁弘当即施展神通，开山凿地，挖掘河道。可纵使他修为高强，这般浩大的工程也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。大禹便率领着人族百姓一同投身到挖掘河道的劳作之中。治水之事本就非一日之功，就在袁弘忙于治水之际，巨留孙那边也没闲着，他收服了更多的土地之灵与草木之精，不断册封土地小神，将自己的管辖范围一步步朝着整个洪荒推进。幽冥之地的地府亦是运转的井井有条，整个洪荒呈现出一片平静安稳之态。然而这份平静却在昆仑仙山被彻底打破，三清之间爆发了一场不小的争执。元始天尊眉头紧锁，看向通天教主的眼神中满是不满，而通天教主亦是如此，望着元始天尊，满脸的愤愤不平。二位师弟何故要闹到这般地步？太清老子叹了口气，无紧无波的眼眸深处藏着如红军般的深邃。大兄，元始如我，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。通天教主怒视着元始天尊，满腔的怒火几乎要溢出来。师弟，你可知你收的都是些什么徒弟？元始天尊眼中的鄙夷毫不掩饰，披毛戴角，师生卵化之辈，岂能与我等一同在昆仑仙山修行？师生卵化之辈，那你的弟子又算什么东西？听到元始天尊又拿自己的弟子说事，通天教主勃然大怒，厉声质问。太清老子见二人又要争吵，连忙开口劝阻：你二人何必如此？咱们三人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何苦为了这点小事争执不休，伤了三清的和气？可这话落在元始天尊耳中，却成了老子偏袒通天的证据。他冷笑一声，继续冷嘲热讽：通天，你看看你那些好徒弟，把我这昆仑仙山弄成了什么样子？这岂是他们该来的地方？通天教主闻言，猛地从蒲团上站起身，衣袖一甩，怒声说道：这昆仑山何时成了你的私产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带着弟子们离去，另寻道场，还你这昆仑仙山一片清净。其实元始天尊说出那句话时，便已心生悔意，毕竟三清本是一体，这般一来，关系未免太过僵硬。可听到通天的话，他却是怒火中烧，脱口而出：如此最好，省得我亲自动手，伤了咱们师兄弟的和气。哎，前些时日外出云游，见首阳山生出不少奇珍异草，我也去那处另立道场了。太清老子看着二人剑拔弩张的模样，又见元始天尊执意要赶走通天，心中不由得一阵心灰意冷，也提出了离开的想法。元始天尊听到老子的话，气得脸色铁青，险些维持不住圣人威仪，满心的怒火无处发泄，竟将所有过错都归咎到了通天身上。不久之后，老子带着唯一的弟子玄兜来到了首阳山，在此建立了八景宫道场，又在山上种植了无数灵草
仙药，点化了庚金之灵与玄铁之精，收为金银童子，每日在首阳山上炼丹讲道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对太上忘情之道的领悟也愈发精深。而通天教主则带着一众弟子前往东海寻觅道场，途经一片海域时，遭遇2条金蛟拦路袭击。通天教主随手便将2条金蛟炼化，制成了一件后天灵宝金蛟锏，赐给了得意弟子云霄仙子。数年后，师徒一行人路过另一处海域，恰逢一只金鳌在此兴风作浪。得了金蛟锏的云霄心中难免有些卖弄之意，当即祭出金蛟锏，斩下了金鳌的头颅。通天教主见状，便将金鳌尸身炼化，又接引漫天星辰之力，在这座岛上建立了碧游宫道场，并将此岛命名为金鳌岛。洪荒大地之上，大禹在袁弘的相助下，终于将天下江河之水尽数引入2条大江之中，肆虐多年的水患就此平息。天道有感，降下无边功德，其中5成落在大禹身上，竟让他这个毫无修为的凡人直接突破到了大罗金仙境界。袁弘获得了4成功德，余下1成则分给了参与治水的数万百姓。袁弘得了4成海量功德，修为瞬间突破瓶颈。原本已是大罗金仙巅峰的他，直接打破了根脚的限制，一举踏入准圣境界，达到了准圣一重天。而他那根相伴多年的水火棍，也因沾染了大量功德，从后天至宝晋升为堪比天地玄黄玲珑宝塔的后天功德至宝，重达100万斤，可随心变化大小，威力远超后世的如意金箍棒。治水大业圆满完成，袁弘谢绝了大禹的盛情挽留，转身返回了深渊之地。紫霄宫中，红军的分身猛然睁开双眼，面露愁容，他的本尊竟被困在了混沌世界的一处秘境之中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归来。可巫妖大战之后，洪荒之中涌现出了无数天才人杰，若是不能加以制衡，他对洪荒的掌控力恐怕会越来越弱，这是他绝不愿意见到的局面。3皇治世，5帝定伦，是时候开启下一个亮节了。只是这一次的劫难，并非因在人族身上，而是要落在他那些圣人门徒的头上。如今圣人势力日渐强盛，必须加以束缚，否则他们门下弟子快速崛起，定会影响到他对洪荒的掌控。不只是诸圣，那突然出现的麒麟一族，亦是他的心腹大患。想到这里，红军站起身来，按照推算，他的昊天童子此刻应该前来紫霄宫求助才对，可为何迟迟不见踪影？这让红军心中生出一丝失控的感觉。他闭上眼睛，再次推算天机，却发现一切都和之前的推演毫无二致，琢磨不透，实在是琢磨不透。无奈之下，红军只能主动传讯给昊天，召他前来紫霄宫。昊天玉帝接到红军的传召，心中又惊又喜。自从道祖让他执掌天庭，便对他不闻不问。这些年，他受尽了圣人的轻视，大神通者的鄙夷，心中早已积满了委屈。若非麒麟老祖主动伸出援手，派大罗金仙巨留孙前来相助，他恐怕早就撑不下去，要去紫霄宫求助。如今天庭之中，大罗金仙凤毛麟角，巨留孙不仅修为出众，更是将掌管3界土地的差事办得妥妥当当，天庭的根基也算是稳定了下来。带着满心的疑惑、紧张与期待，昊天来到了紫霄宫，一见到红军，便直接跪拜在地，恭恭敬敬的行礼。徒儿昊天见过老爷，恭祝老爷寿无疆。免礼。红军盘膝而坐，周身紫气缭绕，苍老的面容上看不出任何喜悦。他平静的开口问道：近来天庭运转如何？可有什么难处？对于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童子，红军还是颇为信任，不仅因为昊天是他一手点化，更因为昊天的本体乃是一块混沌顽石，资质极佳，从龙凤大劫时便一直追随左右，如今也不过是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，翻不起什么风浪，让他很是放心。天庭，昊天心中猛地一跳，老爷为何突然问及天庭之事？难道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？不对，绝不可能，说不定是老爷见自己太过艰难，想要出手相助，一定是这样。老爷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纵使高卧33重天外，也定然知晓自己的难处。想到这里，昊天直接伏倒在地，对着红军哭诉起来：老爷啊，徒儿实在是太难了，圣人轻视我，大神通者欺辱我，就连圣人门徒也敢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，徒儿真的是太难了。自从老爷将执掌天庭的重任托付给我，徒儿日夜殚精竭虑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唯恐辜负了老爷的厚望。可那些洪荒强者大多都投入了圣人门下，天庭形同虚设，天下生灵只知有圣人，不知有天庭啊。如今整个洪荒愿意真心实意帮助天庭的，就只有万妖国的麒麟一族了。老爷，徒儿真的是太难了。红军并未将昊天的哭诉放在心上，唯独听到万妖国麒麟一族时，才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语气平淡地问道：万妖国？喂老爷，正是万妖国。虽然不明白老爷为何会对万妖国感兴趣，但昊天还是老老实实回答：万妖国对老爷的旨意向来遵从，不仅听从天庭的号令，还定期挑选有天赋有实力的妖族前往天庭任职。如今整个洪荒也就只有麒麟一族是真心支持徒儿的。说着说着，昊天又忍不住开始哭诉自己的委屈。听完昊天的哭诉，红军再次闭上了眼睛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麒麟一族还算安分守己。虽然他也好奇麒麟一族是如何从龙凤大劫中幸存下来的，但只要他们乖乖听话，不惹是生非，便无需多加理会。可就算如此，必要的打压还是不能少，绝不能让他们发展的太过强盛，超出自己的掌控。你且稍等片刻。红军对着昊天说了一句，随即传讯给诸位圣人，召他们前来紫霄宫议事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：丁，红军召诸圣前往紫霄宫共商封神事宜，是否前往紫霄宫参与封神之役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前往紫霄宫与诸圣共议封神，可获得后天至宝白龙玄玉锦。选择2，
拒绝任务可获得混沌五行灵髓。这数十年间，我已经将混沌五行石彻底炼化，实力暴涨数倍。虽然依旧停留在准圣9重天巅峰，但真正的战力却比之前强横了不止1倍。我心中的预感也越来越强烈。如今已经炼化了混沌五行石，只要再炼化4件混沌五行圣物，便能彻底参悟五行法则，突破圣人境界。看着系统给出的2个选项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。开玩笑，去紫霄宫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红军那老小子可是出了名的老谋深算。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混沌五行圣物，这混沌五行灵髓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握住手中的混沌五行灵髓，感受着其中磅礴浩瀚的混沌五行之力，我再次闭上双眼，沉入了潜心修炼之中，全力炼化这天地奇珍。紫霄宫内，诸圣齐聚，红军缓缓睁开双眼，平静的瞳孔中没有任何波澜，只是在扫过太清老子时，目光微微停留了一瞬，随即开口说道：“自巫妖大战以来，洪荒失序，生灵征伐不断，业力汇聚，众生苦不堪言。吾虽重立天庭，令其统御3界，然天庭出力，人手与威望皆不足，不足以维护3界纲常。故此，5000年后当有一场神仙杀劫。”红军话音落下，随手一挥，一本古朴的书籍与一柄玄铁长鞭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此乃天书封神榜与打神鞭，待天封神之人现世，便将此2物交与他。太清乃无手徒，此2物便由你保管。封神榜与打神鞭缓缓落入太清老子手中。诸圣皆是神通广大之辈，只一眼便看穿了2件至宝的功效，自然不愿让自己的弟子门人上榜，受那永世为天庭奴役之苦。元始天尊当即开口问道：“敢问师尊，何人可入此榜？何人能执掌封神大权？圣人之下皆可上榜，仙、妖、鬼、巫、佛、人，无一例外。执掌封神者，乃被生非雄之象之人。”红军留下这句话，便直接消失不见，只留下诸圣面面相觑，就连一向淡定的准提道人脸上也写满了复杂。只因红军方才所言，圣人之下皆可上榜，这范围实在是太广。诸圣对视一眼，齐刷刷将目光投向了手持封神榜的老子。平静地翻开封神榜，声音淡漠地说道：“吾门下只有玄斗一人，不可上榜，吾可遣善师前往天庭效力。”话音落下，在诸圣与昊天、瑶池的注视下，老子的善师缓缓从体内走出，对着众人拱手行礼后，便朝着天庭飞去。而老子本尊则捧着封神榜递到诸圣面前，双眼低垂，仿佛陷入了沉睡。那副模样竟与红军有几分相似。看到老子的姿态，诸圣皆是心中了然，他这是铁了心要护着门下弟子，宁愿让善师入天庭，也不肯让玄斗上榜。众人也能理解，毕竟老子座下就只有玄斗一个弟子。元始天尊看了一眼昊天，又瞥了瞥通天教主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我阐教虽有12金仙，但个个资质卓绝，身负大气运，绝不可上榜。唯有通天师弟门下号称万仙来朝，弟子多是师生软化之辈，这365路正神之位，便由通天师弟的门人来填补吧。”听到元始天尊的话，通天教主差点当场破口大骂。一旁的女娲、后土、准提皆引4位圣人，脸上同时露出了复杂的神色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三清之间的关系竟然已经恶劣到了这种地步。这次的封神杀劫，圣人之下皆可入榜，佛门、妖族、巫族自然也不例外。西方教一直坐镇评级的西方，本就没什么天才弟子，而巫妖2族在巫妖大战后元气大伤，若是再经此劫，恐怕真的要彻底没落。天眼49，人遁其一，大道3000，条条可正道。通天教主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中的怒，沉声阐明自己的教义：吾等立道统，本就是为众生谋取一线生机，岂能因出身而将其拒之门外？吾门下弟子虽多，却皆是诚心向道之人，绝不可入内封神榜。大道虽有3000，然成圣者不过你我数人。元始天尊在教义之争上，也不愿落于下风，当即反驳道：“吾等当遵从天命，择善者而从之，传扬大道真谛。”一场教义之争再次点燃了2人的怒火，诸圣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休，谁也不愿让自己的弟子上榜。大殿内吵成了一锅粥。不过最终众人还是商议出了一个结果：使得信者成就仙道，功深得享神职，福缘浅薄者重入轮回，因果纠缠者化为飞灰。简单来说，道行高深、实力强横者可继续走仙道之路，战死之人若有几分实力，便入封神榜，受天庭册封；没什么实力的，就直接打入轮回，重新投胎。而那些因果缠身之人，下场最惨，直接魂飞魄散，连一缕真灵都留不下。当然，正常情况下的争斗，没人会下这般狠手。这因果缠身之说，更多的是一种威慑。诸圣商定封神事宜后，又过了10余年，深渊之地中，我已经炼化了刚得到的混沌五行灵髓，周身萦绕着一层玄之又玄的混沌气息。虽然依旧没能突破圣人境界，但距离那扇大门已经近在咫尺。我有十足的信心，若是本尊出世，手持是神枪等至宝，再遇上准提道人，纵使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也能与其斗个旗鼓相当，绝不会像上次那般狼狈。毕竟上次我用的只是分身，为了防止分身被灭，连厉害的法宝都没带。如今我的修为早已不是单纯闭关就能提升的，还需要3件混沌五行圣物，而这些东西只能通过系统任务获取，暂时没有其他办法。想到这里，我取出观天镜，开始扫视洪荒各地，探查最新的局势。当目光落在东海之上时，我看到了通天教主的道场金鳌岛。不过这道场有圣人气息笼罩，我不敢用观天镜仔细窥探，免得被通天察觉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看到金鳌岛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封神之事。如今人族已经进入夏朝时期，距离封神大战也就只有短短数千年了。数千年的时光对普通人而言漫长无比，可对我们这些大神通者来说，不过是一次闭关的时间。一想到封神大战，我便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截教的门徒可就要遭殃了，几乎所有有实力的弟子都难逃生死上榜的命运。不过叹气之余，我心中也生出了几分盘算。通天教主此人其实还算不错，实力强横，为人也颇为耿直，
若是有机会，倒是可以和他好好聊聊，说不定能搅动一下封神大劫的局势。毕竟这场大劫本就是红军为了削弱各方势力而设下的圈套。如今麒麟一族已经现世，还创建了万妖国，实在是太过扎眼，说不定早已经被红军盯上了。这场封神大劫恐怕也会将我卷入其中。放眼整个洪荒，也就通天教主门下弟子最多，估计他现在也是愁眉不展。我们两人若是见面，应该会有不少共同话题。我一边琢磨着，一边用观天镜继续探查东海的情况。没过多久，镜中便出现了一座海岛的景象，岛上有2只猿猴正在激烈交战。我仔细看去，一只猿猴毛发青灰，头顶白毛如雪，眼眶深邃，鼻窝塌陷，额头高高凸起；另一只则牙尖嘴利，獠牙外露，通体金毛闪闪。最奇特的是，它竟然长着6只耳朵。就在此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叮，发现混世4猴中的赤尻马猴与6耳猕猴，是否收2猴为徒？选择1，接受任务，收2猴为徒，壮大万妖国势力，增强麒麟一族底蕴，可获得先天灵根黄钟礼物、天地灵根紫月荷花石、仙灵果树石、雷霆枫叶树石。选择2，拒绝任务，视而不见，可获得后天灵宝照妖镜。听到系统的提示，我心中顿时了然，果然是这2只灵猴。4大灵猴如今在洪荒已经出世了3只，最后1只要等到西游17才会现身。这些年来，我也一直在寻找他们的踪迹，却始终没有线索。没想到这次竟然一次性遇上了2只。我略一思索，便选择了接受任务，随即将袁弘召入了深渊。治水归来后，袁弘得了4成功德，突破到了准圣一重天，又在深渊中苦修数百年。虽然修为没有精进，但底蕴却愈发凝练，其实力就算是放在封神大战时期，也算得上是绝顶高手，妥妥的圣人之下第一梯队战力。东海之东3000里外有一座海岛，岛上有2只猿猴，乃是与你同出一脉的混世4猴，你去将他们2人带来，一同在深渊修行。我对着袁弘吩咐道。和我一样的4大灵猴听到我的话，就算是心性已经打磨得无比圆润的袁弘，也忍不住激动起来，抓耳挠腮，满脸兴奋。这些年来，他虽然在深渊之中结交了不少朋友，火麒麟、白虎、腾蛇等人也从未将他当外人，可看着一群麒麟同族嬉戏打闹，就连白虎也有青龙、朱雀等圣兽为伴，唯独他形单影只，说不孤独那是假的。如今听闻竟有其他混世4猴现身，袁弘如何能不激动？听老祖的意思是要将那2只灵猴招揽到深渊，这就意味着以后他再也不是孤身一人了。谨遵老爷法旨，袁弘迫不及待地躬身行礼，扛着自己的后天功德至宝水火棍，兴冲冲地朝着东海赶去。而在我选择接受任务的瞬间，深渊之地中悄然多了5棵黄钟离果树、10株紫月荷花、10棵仙灵果树和10棵雷霆枫叶树，灵根扎根于深渊的灵脉之上，散发出浓郁的灵气。袁弘离去后，我再次将目光投向观天镜，可最近洪荒大地并无大事发生，看了一会儿，我便失去了兴趣，再次闭目凝神，沉入了修炼之中。东海金鳌岛碧游宫内，通天教主从紫霄宫商议封神事宜归来后，当即召集了所有弟子。片刻之间，随侍7仙、4大亲传、4大外门、9龙岛4圣、金鳌岛10天君，数千名弟子齐聚大殿。那些修为未达玄仙、没有资格进入碧游宫的弟子，更是不计其数。看到所有弟子都已到齐，截教大师兄多宝道人率先开口，打破了殿内的沉默。师尊，您召我等前来，可是有什么要事吩咐？通天教主盘膝坐在蒲团上，目光扫过殿内的数千弟子，声音平静的开口：自巫妖大战至今，已有数万年，天道循环，生生不息。5000年后，当有一场神仙杀劫降临，使得信者成就仙道，躬身得享神职，福缘浅薄者重入轮回，因果纠缠者化为飞灰。此番封神亮劫，乃是我与诸圣共同商定。敢问师尊，此番亮劫应在何人身上？归灵圣母皱起眉头，忧心忡忡地问道。巫妖大战的惨烈还历历在目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要迎来新的亮劫了。此番乃是神仙杀劫，应在圣人之下，仙、鬼、妖、巫、佛、人皆在劫中。通天教主的语气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愁苦。杀劫便意味着死亡，虽说有封神榜在，大概率不会真的魂飞魄散，但入了封神榜便要受天庭奴役，性命不再由己，修为更是难有寸进。听到通天教主的话，殿内的弟子们瞬间紧张起来。洪荒历经龙凤出劫与巫妖大劫，每次大劫过后都是尸横遍野，惨不忍睹。如今这场劫难竟然要落到他们这些仙道修士头上。通天教主看着弟子们紧张的神色，便将封神榜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众弟子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可心中依旧充满了担忧。就算不用魂飞魄散，谁又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中？更何况入了封神榜，仙道之路便算是走到了尽头。最后，通天教主叮嘱所有弟子，近1000年内尽量不要外出，就在金鳌岛与东海潜心修炼，提升自身实力，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杀劫。虽然将封神亮劫的事情告知了弟子，可通天的心中却始终萦绕着一股强烈的不安。他本想不去理会，可那种不好的预感却越来越清晰。无奈之下，通天教主悄悄离开了碧游宫，打算去洪荒大地走一走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便来到了百万大山的地界。万妖国吗？这次的神仙杀劫似乎也将妖族囊括在内。通天教主叹了口气，转身便要离开，却又想起了那位曾与准提交手的神秘麒麟老祖，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拜访的念头。离开碧游宫时，通天并未惊动任何人，进入万妖国地界时也隐匿了自身气息。可他刚踏入百万大山，我便通过万里山河大阵察觉到了他的到来。毕竟这大阵勾连洪荒大地的地脉之气，就算是圣人也要连续出手数十次才能将其攻破。通天的圣人气息在万妖国境内就如同黑夜中的明灯一般显眼。而通天在进入百万大山的瞬间，也察觉到自己踏入了一座大阵之中。作为执掌洪荒第一杀伐大阵、诛仙剑阵的圣人，通天有足够的自信说，
整个洪荒论对阵法的理解，无人能出其右。这座大阵明显是防御属性，且与地脉之气紧密相连，就算是圣人也无法轻易攻破。若是强行出手，定会撼动洪荒地脉，欠下无边因果。就在此时，我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：丁，通天教主已至百万大山，是否前去相见？选择一，接受任务，与通天教主相见，可获得混沌五行灵玉。选择二，拒绝任务，避而不见，任由通天教主自行离去，可获得先天灵宝、36层浮屠塔。通天进入百万大山后，径直朝着深渊之地而来。这地方在外界看来充满了神秘色彩，许多圣人都曾用神念悄悄探查过，却都无功而返。要知道，在洪荒世界，圣人便是至高无上的存在，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躲过圣人的神念窥探。可这深渊之地却能挡住圣人的神念，单凭这一点便足以让所有圣人忌惮。通天越是靠近深渊之地，心中对麒麟一族的底蕴便越是震撼。这百万大山之中聚集了不少妖族强者，仅仅在附近的山脉中，他便感应到了10多位大罗金仙、数百位金仙，而且此地灵气浓郁至极，丝毫不逊于那些顶级的洞天福地。靠近深渊之地后，通天更是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着整个深渊，这股力量玄妙无比，并非阵法之力。百万大山有大阵笼罩不假，但这深渊之地却是天然形成的先天道场，只要有人坐镇其中，就算是圣人也无法轻易攻入。能拥有这样一处宝地，就连通天也忍不住一阵眼红。这麒麟一族难怪能从上古延续至今，原来竟有如此逆天的先天道场，这一族的气运当真是深厚至极。通天在心中暗暗感慨。没过多久，通天便来到了深渊之地的入口，他背负双手，凝视着前方，却并未主动现身，而是隐匿了所有气息。就算有生灵从他身边经过，也丝毫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通天站在原地犹豫了许久，一时间竟拿不定主意，要不要主动拜访。而深渊之中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任务，一块混沌五行灵玉入手，只要将其炼化，我便只差2件混沌五行圣物，便能冲击圣人境界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得一阵激动。通天的到来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但这对我而言却是一件好事。封神大劫将至，我正需要好好布局一番。通天教主绝对是封神时期最憋屈的圣人，明明手握一手好牌，最后却打得稀烂，截教弟子死伤惨重，要么上榜，要么被西方教唆，就连他自己也被其他圣人联手坑害。通天此人实力强横毋庸置疑，可心思太过单纯，谋略不足。不过这样的人反而值得结交，至少不用担心他背后捅刀子。若是能与他达成合作，对我应对封神大劫有着极大的帮助。想到这里，我取出混沌分身符，心念一动，一道分身便凝聚而成，径直踏出了深渊之地。通天圣人驾临，我麒麟一族招待不周，未能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我刚一现身，便朝着通天的藏身之处传音，语气中满是客气。远处的通天正犹豫不决，突然听到我的传音，不由得眉头一挺，心中大感惊讶。要知道，他可是将自身气息隐匿到了极致，却还是被我发现了踪迹，甚至连他的具体位置都一清二楚。这要么是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圣人境界，要么就是这座覆盖百万大山的阵法比他想象的还要玄妙莫测，让道友见笑了。通天现身而出，看着我感叹道：“真没想到，麒麟一族的底蕴竟然如此深厚，这外围的大阵足以排入洪荒10大阵法之列，而你们这深渊之地更是踏遍洪荒也难寻其二的宝地，真是让人羡慕不已。”我闻言微微一笑，并未接话，而是带着通天走到深渊外的一棵古松树下，那里摆放着一张天然石桌和几张石凳。来者是客，通天圣人，我备了些悟道茶树的老茶，若是圣人有暇，不如坐下品茶论道，如何？听到我的邀请，通天身形一晃，便已坐在了石凳之上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拿起桌上的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虽然他已是圣人之尊，这悟道茶对他早已没有什么效果，但依旧能感受到茶叶的部分。不知通天圣人今日到访，有何见教？我端起茶杯，看着通天，低声问道：“并无要事，只是偶然路过，便想着前来拜访一番。”通天放下茶杯，语气平淡的回答：“原来如此。”我轻轻喝了一口茶，云淡风轻的问道：“不过通天圣人，你对即将到来的亮劫可有什么担忧？你也知晓劫数之事？”通天闻言顿时一惊，下个亮劫的消息只有朱胜、红军和昊天知晓，他告诉弟子们也不过是半日之前的事情。通天实在想不通我是如何得知的，不过转念一想，麒麟一族与昊天的关系向来密切，说不定是从昊天那里得知的。这么一想，通天便释然了，对着我轻轻点了点头。龙凤出劫，龙凤麒麟3族近乎覆灭，巫妖大劫，若非后土娘娘已身化轮回，巫族怕是也要彻底灭绝。我放下茶杯，平静地说道：“通天道友，你所担忧的应该是门下那些弟子吧？哎，道祖有言，此番乃是神仙杀劫，3界之内，圣人之下皆在劫中，可洪荒世界，圣人不过寥寥数人啊。”通天教主叹了口气，满脸愁容。虽说他执掌诛仙剑阵，杀伐无双，可内心深处却是个悲天悯人之人。从广成子打死归灵圣母，还去碧游宫耀武扬威，甚至用翻天印将归灵圣母打回原形，通天都没有真正发怒，便能看出他对三清情谊的看重。通天的彻底爆发是在九曲黄河大阵之后，元始天尊以大欺小，太清老子又出手斩杀3霄仙子，这才逼得他摆下诛仙剑阵，彻底黑化。听到通天的话，我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封神亮劫明明只是针对3教弟子的杀劫，为何会变成圣人之下皆可入劫？难道我之前的猜测是对的？正是因为我的横空出世，万妖国的创建引起了红军
军的警惕，所以他才扩大了杀劫的范围，想要将所有潜在的威胁都扼杀在摇篮之中。此次劫难，我麒麟一族与万妖国同样在劫难逃。我看着通天缓缓开口，可我却未见到有丝毫愁苦之色，不知你有何应对之策？通天教主看着我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心中越发好奇，正要开口询问，却突然感应到33重天外一道冰冷的神念悄然扫过百万大山，那股气息，通天再熟悉不过，正是他的师尊红军道祖。那道神念在深渊之地外盘旋片刻，便骤然消失，可通天的脸色却瞬间变得无比凝重。他猛地抬头看向我，声音低沉地问道：“道友，你可知我们的谈话早已被师尊看在眼里？”